经常在古代生孩子的都知道，只有生下男娃才不会被打死。可这个女人却一连4胎都是女娃，她不仅要面对村里人的嘲笑，还要饱受婆家的冷眼。而今天又到了10月怀胎最终临盆的时候，婆婆更是为了能生个男娃，不惜花重金请了村里最好的接生婆。哎，出来了，是个小闺女。又是个丫头片子，这都第5个了，你个不争气的小贱人！娘，我下次一定给家人生个儿子，求您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你可拉倒吧，都生了5个赔钱货了，再生也是个吃白饭的。这丫头片子，我看也没用，我一会儿就把她处理了。娘，不要啊，她才刚出生，扔出去活不了的，我少吃一口没关系，求您留下她。老姐姐，这好歹是条性命，等长大了许个好人家，您也能享点福啊。享福？我能享丫头片子的福，你要是稀罕，你就抱走。行，算我多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了，快把接生钱给我，我要走了。哼，生个丫头还想要洗钱，没找你赔晦气就不错了。哼，你个老太太，怀的是姑娘，我能变出儿子来，活这么大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他娘的，别人穿越不是皇子也是帝师，而我穿越却继承5个丫头，贼老天，你玩我呢！听着几乎要将屋顶掀翻的吵闹声，虾仁满心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往屋里去。儿啊，都怪娘图便宜，给你娶了这么个不下蛋的母鸡，娘当初就该给你花钱娶个屁股大好生养的。看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虾老太太，虾仁眼睛里并没多少动容。你个偏心的死老太太，也就原身那个糊涂虫能被你拿捏。虾仁，求你救救咱们闺女，她才刚出生啊！说什么呢？儿女都是命，不管是闺女还是儿子，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喜欢。老三，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这都第5个了。娘，坏事做多了会遭报应的。我去给他弄点吃的，你们都出去，别打扰我媳妇休息。也不发烧啊？难道是被这丫头片子刺激得失心疯了？这丧门星要是我儿子出了事，我饶不了他。虾仁走进厨房，一掀米缸，里面空空如也，连一点粮食都没有。积压已久的火气瞬间冲上头顶。操！这米缸怕是连老鼠都不肯光顾吧？爹爹，你怎么了？你们先在家里待着，哪里都不要去，外面太冷了，我去想办法弄点吃的。说完，虾仁就出了厨房的门。二丫望着虾仁的背影，眼眶一红，然后紧紧地拉住了2个妹妹的手。二姐，爹已经好几天没打我们了，你怎么还哭了呢？难道不应该高兴吗？大姐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因为家里没有米粮下锅，被奶奶给卖了。这次怕是轮到我们了。3丫和4丫听完之后吓得不行，搂着2丫哇大哭了起来。是姐姐，要是非卖的话，也是想卖我。只是你们2个以后要懂事儿点，千万不要惹爹和奶奶他们生气。尽管2丫这样说，但毕竟还是个小丫头，眼泪也跟着簌簌的流下。冬天不比别的季节，而且赶上这大雪封门的鬼天气，虾仁想出门找吃的也不太现实。他站在门口思考了半天，最终走向了虾老太太家。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明明还饿着肚子，可婆婆却在家里吃香喝辣，饭点不管洗死活。这一幕让前来借粮的虾仁瞬间红了眼。这他娘对比我家简直是豪华套餐啊！虾仁来了，快坐下吃点。都怨你媳妇儿折腾了大半天，耽误吃饭。我不吃了，我媳妇孩子还饿着呢，家里没粮食了，娘给我拿点。一个不下蛋的女人，几个赔钱货，吃什么吃？饿个3顿2顿死不了。娘，他们是我媳妇孩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如果传出去，你哥带儿媳孙女的名声可就不好听了啊！老三，我可是你娘，你个不孝子，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是啊，老三，怎么能这么跟娘说话呢？弟妹一连生了5个赔钱货，饿她几天怎么了啊？你是个呆人！虾老太太毕竟是原主的娘，虾仁还要顾及着这个时代的孝道。但是对待虾鹏，他完全就没了这个顾虑了。家里好处都让你得了，你当然不心疼。为了供虾旺读书，连我大闺女都卖了，你还好意思说风凉话？老三，你什么意思？旺儿可是虾家独苗，将来还要靠他光宗耀祖。你家丫头能为他做贡献，那是他的荣幸。我呸！
要是瞎旺的同窗知道他的束修是靠卖妹妹凑的，你觉得他还能在学堂待得下去吗？你行了，去给老三拿点粮食。虾老太爷一发话，尽管虾老太太不太乐意，但还是去给虾人拿粮食了。就这么点，够你们吃好几天了，别再过来要了。娘，这点还不够塞牙缝的，再多给点。对了，再给2个鸡蛋，若薇刚生完，得补营养。干啥？生个赔钱货还想吃鸡蛋？我还要拿鸡蛋换钱呢，连虾旺都舍不得吃。也罢，若薇她要是有个3长2短，我也不活了。谁让我从小就没讨人喜欢，娘不疼，爹不爱呢？行了，虾人毕竟虾老太太亲生的，虽然对她比不上虾鹏和虾旺，但一想到3儿子这些年为家里出的力，咬咬牙又拿出了2个鸡蛋。就这2个，让你媳妇省着点吃。连续生了几个赔钱货，倒还金贵上了。谢谢娘，就知道你还是疼我的。嘿嘿。见虾人话里亲昵，虾老太太脸上也有了几分笑意，转身又从米缸里挖了半瓢米给了虾人。你也别怪娘，家里就这么个条件，咱们一大家子的希望都在旺儿身上，娘只能给你拿这么多。那我就先回去了。虾人见好就收，临走还从餐桌上顺手抓了2个黑面馒头，撒腿就跑回自家厨房。不多时，一顿简单的饭就做好了。虾人端着热腾腾的粥和鸡蛋走向卧房。我睡的时间有点长了，三郎，你别生气，我这就去做饭。你还在坐月子呢，怎么能让你做饭？我已经做好了。这鸡蛋和粥是要给我吃的。家里没什么可吃的了，你将就一下，我这2天想办法。三郎，你是不是要把我卖了？说什么胡话呢？这都是我从娘那里要来的，你别瞎想，我不会卖你，更不会让你们娘几个饿肚子，以后有我呢。谢谢三郎，我以后一定会给你生个儿子的。行了，快吃吧，慢点吃，别噎着。男人扛着一头肥硕的大野猪，刚踏进自家院门，就看到惊人的一幕：自己的3个娃娃蜷缩在门口，哭得撕心裂肺，屋内更是传出要将房顶都掀翻的叫骂声。而促使这一切发生的，不是旁人，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个小贱人，我给小五找的可是个好人家，赶紧把孩子给我。娘，那户人家我知道，收养的孩子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小五再怎么说都是您的亲孙女啊。你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正经人家，小五过去是享福，你别不知好歹。娘，这是我和三郎的孩子，三郎他不会同意的。你要是把小五私自抱走，三郎肯定会生气的。哟，还拿我儿子来吓唬我。三郎他向来听我的话，怎么会为了一个丫头片子跟我生气呢？你给我住嘴！突然传来的一声怒吼，让虾老太太和薛若薇都愣在原地。儿啊，你回来了！娘给小五找了个好人家，还给2斗米和1尺花布呢。你又想卖我闺女，卖了大丫还不够，还要卖小五，你要不要把我也卖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娘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家里养一群赔钱货，除了浪费粮食，有什么用？你是为了我，还是为了瞎旺？这些年我为这个家干了多少活？以后我的女儿我自己养，谁敢动我就和谁拼命。瞎人，瞎旺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丁，你这做亲叔叔的多出点力怎么了？将来等他考中功名，还能亏待你这个亲叔叔不成？我能指望他？瞎旺的事以后我不管了。若为陪嫁的那些书，半个月内都还给我们，不然他的童生事就别想了。你个混账玩意儿，你这是翅膀硬了！那些书可是给瞎旺撑脸面用的，怎么能还？他还有脸面可言？要么还书，要么鱼死网破，你们自己选。你个不孝子！老太太仿佛今天是第一次认识虾人一样，明明还是那个人，可内里怎么跟之前有这么大区别？行了娘，你快点走吧，我也不留你吃饭了。听到这话，虾老太彻底没招了，骂骂咧咧的出了虾人家的门。送走了虾老太，虾人看着眼前都受了不小惊吓的孩子和老婆，赶忙开口安慰道：若为2丫、3丫、4丫，以前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几个，以后不会了，等爹赚了钱也会把你们大姐赎回来。几个孩子听到这话一愣，
薛若薇则是激动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家人，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能把大鸭赎回来？你放心，我说到做到。你先好好坐月子，我去给你们炖肉吃。肉？我们家里哪里有肉？嘿嘿，你跟爹爹来就知道了。三个丫头鬼灵精怪地跟着虾仁进了厨房，刚到厨房，眼睛顿时瞪得圆滚滚的。爹，这是什么？笨蛋，这是野猪，好大一头啊！肉，四丫要吃肉。这是爹今天上山打的，不过你们不要告诉别人，要不然咱们可就没肉吃了。听到要吃肉，几个丫头齐齐地点了点头。虾仁很快将猪肉一块一块都分解开，然后又把猪下水也弄了出来。剩下的明天拿到酒楼，看看能不能卖个好价钱。第二天，虾仁起了个大早，进城将剩余的野猪肉卖了2两银子，拿到银子的虾仁购置了家里所需的食物，路上还顺手捎带了几个肉包子。刚到家，虾仁就看见二丫在院子里洗衣服，小手小脸冻得通红。爹，你回来了。二丫，谁让你大冬天在外面洗衣服的？你年纪这么小，冻坏了怎么办？三郎，你别生气，这些衣服是大嫂拿过来的，说下雪天也不能在家闲着，就把脏衣服都拿来让闺女们洗，都怪我身子不方便，不能帮他们。虾仁闻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这真是欺人太甚。二丫，想不想吃肉包子？肉包子。虾仁将背后的背篓卸下来，从里面掏出几个还冒着热气的肉包子，递给二丫。和你娘还有妹妹进屋吃吧，这是爹从县城专门买给你们吃的。爹还要出门处理点事情。说完，虾仁看了一眼放在院里的脏衣服，然后端起盆就往虾家老院走去。虾家老院，一大家子正围着炉子烤火，陈素娘不停地往里面添着柴火。老大家的，别添了，柴火不多了，等旺哥回来洗澡还要用呢。娘，不就是点柴火吗？到时候让三弟和五弟上山再砍点不就行了？听到这话，坐在一旁的虾潮顿时不乐意了。大嫂，你倒是凯他人之康，这么冷的天，咋不让大哥去看？隔着我和三哥就是大冤种辈。老五怎么跟我说话呢？你年轻力壮的干点活怎么了？等旺哥考了功名，还能忘了你这个武叔不成？就他读了7、8年书，连个童生考不上，等他当官，爹娘恐怕早就埋土里了。虾潮，不许说胡话。虾潮这时候可没有时间顾及虾老太的心情，而是继续开口道：为了供他，二姐早嫁出去换彩礼，4个入赘到贺家，3个卖了女儿，三嫂坐月子更是连口吃的都没有，你还好意思说？虾潮是这个家里唯一没成亲的，无儿无女的，也没什么盼头。至于将来享福或者受罪也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他不怕跟大嫂翻脸。老五，你三哥都没说啥，你在这打抱不平的什么劲？谁让你三嫂不争气，连生5个闺女，不然也不用指望旺哥养老。他的话音还未落下，房门就被虾仁砰的一声踹开。大嫂说的对，以前都是我活该，以后虾旺的事跟我没关系。他从我媳妇那拿的孤本书籍，半个月内通通给我还回来，不然我不介意亲自去淌县学。老三，你够了，不就是几本书吗？你留着也没用，给你侄子撑门面怎么了？虾鹏这话说的义正言辞，仿佛他现在已经是虾家的家主了。虾仁冷笑一声，端起手里的盆和衣服，劈头盖脸的泼在了虾鹏的身上。我是不是给你脸了？装逼我让你飞起来！众人都被这一变故给惊呆了，半天都没反应过来。我的天爷，老三你发什么疯？这么冷的水怎么能浇你大哥身上呢？冻出风寒又要花钱吃药的。娘，你但凡疼我半分，我也不会教大哥。你问问他们，凭啥大冬天让我闺女洗衣服？不就是洗个衣服吗？好好说就是了，何必发这么大火？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你大哥大嫂。娘，我知道你的心一直都是偏的，不过无所谓。今天我话放到这，以后谁再敢祸害我女儿，我就让他加倍奉还。我操！3个威武啊！老五，你闭嘴，瞎起什么火？老三，爹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旺儿是全家的指望，年后还要考童生，你千万别闹事，要不然如何对得起虾家列祖列宗？家里的事，虾老太爷很少发言，不过虾仁知道，这个家真正能做主的就是虾老爷子。行，既然爹知道这么多年我受委屈了，就应该想办法弥补我，而不是让我像以前一样继续受委屈。你想要什么？
一是拿回我媳妇的陪嫁书籍，二是年后彻底分家，家里的家产我要拿走一半。老三，你口气也太大了，咱们家弟兄4人，你自己就要一半，你也不怕撑死？我拿自己的东西怎么就撑死了？家里的活都是我和老五干，你和大哥天天装病养尊处优，有脸说这话？我给夏家生了唯一的孙子，就是最大的功臣。为了生旺哥，我换了身体，你们现在都欺负我是吧？说完，陈素娘居然还装模作样的哭了起来。我可不吃你这套，你生儿子是为了你自己，别把什么都扣在别人头上。再废话，我就说点更难听的。虾仁说完没再搭理他们，转身出了家门。老太太看着虾老爷子，忧心忡忡。老三不会来真的吧？他要是真分家撂挑子不干了，可怎么办？家里地里那些活可全指望着他呢。不会的，老三一向懂事听话，不会真撂挑子的。你没事，我去照顾照顾老三媳妇，让老三感受到咱们也是重视他的。他进门这么多年都没给咱们家生下一个带把的，我没把他赶出去就不错了，还让老娘上赶着伺候他，想得美呢。让你去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要是老三真撂挑子不干了，你指望着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下地干活吗？说完，虾老爷子怒气冲冲的走了，留下虾老太一个人干瞪眼。我这招谁惹谁了？你们凭什么都朝我发火？回到家的虾仁把事情前前后后给薛若薇讲了一遍，又把从城里买来的粮食都掏了出来。鸡蛋、糕点、调理、米面、三郎，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那半头野猪这么值钱吗？野猪肉28文钱1斤，咱那半头野猪足足有60多斤，卖了将近2两银子呢。鸡蛋好吃，思雅要吃鸡蛋。好，爹爹给你们一人煮一个。几个孩子一听有鸡蛋吃，都高兴极了。就在此时，虾老太太一脸阴沉的走了进来。老三真是翅膀硬了，你老娘我10天半个月的都吃不上一个鸡蛋，现在连个臭丫头片子都能吃上鸡蛋了，你哪来的钱？我能挣多少钱，娘心里不是最有数的吗？你这是跑来兴师问罪的吗？虾老太太听到这话有些不自在。虾仁去城里做工的钱回来都是一文不少的交给他，可是他哪里来的钱买鸡蛋？难道是上次给他的那2个鸡蛋？老三呐，我是你亲娘，我还能害你不成？娘给你的鸡蛋可省着点吃。虾仁闻言忍不住抽了抽嘴角，知道的是虾老太太给了2个鸡蛋，不知道的还以为给了多少呢。那娘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您要是来说风凉话的，现在已经说完了，可以走了。你这是什么话？娘这不也是关心你们吗？有话直说，我还要做饭呢。虽说薛氏生的又是个丫头，可也是我虾家的血脉。我是做婆婆的，也不能跟一个小辈计较。你们家从今天起就跟我们一起吃饭吧，省得将来你们埋怨我这老太婆偏心。虾仁才不相信虾老太会有这么好心，他本想一口回绝，但又想到后天还要进城做生意，就生生忍住了。那行吧，多谢娘了。虾老太见虾仁没有服他的好意，点点头，满意的走了。若薇，你不用担心，我刚刚才去老宅那边闹了一场，他们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对你们娘几个怎么样的。我知道的，我都听三郎的。当天晚上，虾仁把野猪剩下的猪下水来来回回清洗了好几遍，准备趁着县城唱大戏，做成卤肉火烧大卖一笔。爹，这些肉还能卖出去吗？嘿嘿，当然能啊，等爹转了钱，就给咱们二丫买漂亮衣服穿，好不好？我不要漂亮衣服，只要咱们一家平平安安的就好。二丫乖，等爹去城里做生意，家里可就全指望你了，你要照顾好你娘和妹妹们。爹，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家里的。第二天一大早，虾仁便带着准备好的食材去戏台边摆摊，仅仅一上午便卖了3两银子。随后虾仁又喊来虾潮帮忙，一连几天生意都是异常火爆。在古代生存也没这么难嘛，凭借后世的记忆，日子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又是一天收摊，哥俩有说有笑的往家走，刚到家门口就看到了惊人的一幕。谁干的？谁欺负你们了？你告诉爹，你脸上的巴掌是谁打的？是大伯母，她说我们偷吃东西，
抢了你留给我们的烧饼还打我，妈娘生不出来带爸的，还说我们早晚都会像大姐一样被卖了。二丫越说越伤心，直到最后抽噎的差点喘不过气来。好一个陈素娘，我真是给你脸了！你们在家等着，今天爹就给你们娘俩出气。说完，虾仁转身就跑出了家门。薛若薇见状，急得直跺脚，赶紧拽住一旁还在看戏的虾潮。五弟，快，你赶紧去看看你三哥，出了事情就麻烦了。好嘞，三嫂，你别着急，我这就去。老三，你不是去城里干活了吗？我再不回来，我媳妇孩子都要被人欺负死了。胡说八道什么？你媳妇孩子是虾家的人，谁敢欺负他们，那就是打我老婆子的脸。虾仁不知道虾老太太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不过她现在没心情兜圈子。好啊，那打我闺女的就是陈素娘，你不是要替我出气吗？正好省得我动手了。老三，你是不是弄错了？怎么会是你大嫂？她怎么会打孩子？二丫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如果你想偏心护着她，那你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儿子了。虾老太太看虾仁气愤的模样，不似作假，而且今天的事儿要不给虾仁一个交代，怕是很难善了。陈氏，你给我出来，躲在屋里装死呢！陈素娘在屋里眼看躲不过去了，只好缩着脖子从屋里走了出来。娘，您找我是不是该做饭了？我现在就去做。少跟我来这套！老三说你打了二丫，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娘，这都是误会，没有的事。小孩子的话哪里能当真呢？正因为是小孩子才不会撒谎，就算小孩子的话不可信，还有若薇呢，难道他也撒谎了吗？陈氏，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没事别去招惹老三家的吗？你怎么不听呢？还去欺负一个孩子，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娘，那丫头她在背地里偷吃，她可是女孩子，从小若是品行不端正，将来再怎么嫁人？什么偷吃？偷吃什么了？白面饼子也不知道那丫头是从哪里偷来的，这要是被村里人发现了，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诋毁咱们家呢。老三，你大嫂说的也有道理，你家二丫非要学的偷鸡摸狗的，以后咱们虾家的脸面往哪里放？好一个倒打一耙！我们家二丫什么品行我比你清楚，你说她偷鸡摸狗，你拿出证据来。证据？要什么证据？那丫头的我逮个正着了，难道我还能冤枉她？既然这样，那你说说她是偷谁家的鸡摸谁家的狗了？你只要说出来，我就去求证。你要是冤枉了我闺女，就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人了。我是没亲眼看到她偷，但是她手里拿的白面饼子总做不了假，咱们爹娘还吃不上白面饼子呢。她一个臭丫头哪来的白面饼子？什么样的白面饼子？你拿出来我看看。白面火烧早就被我吃了，渣都没剩，我切点给你拿。娘，你都看到了吧？大嫂不仅打了我闺女，还冤枉她偷东西，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家旺有这么个娘，她以后在学堂里还怎么面对同窗？大嫂做出这么臭不要脸的事，不如死了算了。老三，你个黑心肝的，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你就要逼我去死？我可是你们老夏家的大功臣。你给我闭嘴！我忍你很久了，你别逼我现在动手扇你。一家人争吵声极大，不少邻居都围过来看热闹。哟，老夏家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吵起来了。哎，看样子像是这夏家老三平时任劳任怨的，跟个大黄牛似的，今天怎么这么大的气？瞧你这话说的，泥人尚且有3分火气呢。就虾老太和他们老大一家做的那些事情，虾家老三再好的脾气也忍受不了吧？该不会是因为年后要交束修，虾家又逼着虾老三卖闺女了吧？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咸吃萝卜淡操心，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家一个个都是一锅底的黑灰，还有心情看我们家的笑话？对于虾老太太的指责，村民们只是撇了撇嘴，并没有离开。虾老爷子本来在屋里装死，眼看着越来越多看热闹的村民，他在屋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乱哄哄的，闹什么闹？还不够让外人看笑我的？有什么事儿，咱们自己家不能关起门来解决，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说罢，他率先走进屋内。虾仁心中打定主意，不管有没有外人围观，今日定要为女儿讨回公道。虾仁跟着虾鹏并排往屋里走去，虾鹏咬着牙说道：三弟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作对吗？你就不考虑以后吗？你可是连个儿子都没有的。虾仁像看白痴一样看着虾鹏，真不知道这玩意的脑子是怎么长的，还拿这个吓唬老子呢。我不打女人，可没说不打男人呀！你嘴巴上都是血。老三，你个黑心烂肺的玩意儿，我可是你大哥，你怎么能下这么毒的狠手？大哥，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自己摔倒了却先倒打一耙，谁知道是不是坏事做多了遭了报应？你这个目无兄长、不尊不孝的玩意儿！虾鹏被虾仁的话气得胸口起伏不定，气愤之下，
虾鹏就开始口不择言。好你个老三，你等着，等我家旺儿高中功名，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到时候我让你尝尝18般酷刑的滋味。一旁的陈素娘听到这就想去捂虾鹏的嘴，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大哥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可怜我之前眼瞎心盲，为了供虾旺读书，竟同意卖了自己的女儿，我真是该死啊！哎呀，这夏家老大可真不是个东西，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是啊是啊，这夏旺还没考中功名呢，夏老大就这样猖狂，他儿子这要考中了，那还不得上天？咱们以后还是少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平时装的人模狗样的，对谁都好，现在本性可就暴露了。夏人，你以后也多长点心吧，放着自家的闺女不疼，去疼什么侄子？我看你也是活该。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虾仁脸上难掩悲戚的神色。大家说的对，是我活该，以前都是我识人不清，以后绝对不会了。虾老爷子和虾老太彻底傻了眼，他们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情况。老大，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爹，这事儿真不怨我，是老三他背地里下黑手，他故意使绊子办我的。老三，你快跟大家解释一下。都这个时候了，大哥还要冤枉我？你若是非要把这事栽赃到我身上，我认下就是了，省得让外人看笑话。他感觉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虾仁这委屈模样引得别人更加同情了。一旁的虾朝见状，赶紧举起手来说道：我知道，这事我能作证。五弟，太好了，我就知道肯定能有人还大哥清白的。你快告诉大家和爹娘，就是你三哥把我绊倒的，我并没冤枉他，对不对？我刚刚看得很清，是大哥他自己摔倒的，你非要把锅扣到三哥的头上，肯定是对前几天三哥不让二丫给你们洗衣服的事情不满意，故意冤枉三哥的。我尼玛！你们两个是一伙的。老三，我劝你别目光这么短浅，等我们家旺儿考上了功名，做了官老爷，可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的。虾鹏此话一出，又引起了不少人对虾鹏的讨伐。虾老爷子看着越来越气愤的村民，赶紧把门关了起来。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大嫂跑到我家里打了我闺女，还诬陷她偷鸡摸狗。这事爹娘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今天咱们就正式分家。混账！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父母在不分家，你把孝道放在了何处？父慈子孝，爹娘眼里有我这个儿子，我才能孝顺。若是你们眼里压根没有我这个儿子，我又何必强求呢？虾老爷子仔细审视了虾仁一眼，见他态度不像作假，知道今天的事情不给他个交代，怕是不能删了。毕竟老实人被逼急了，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陈氏，你个搅家精，事情都是因你而起，今天你就给老三一个交代，要不然我就让老大休了你，把你送回娘家去。爹，您不能这么绝情啊！我可是旺哥的亲娘。哼，这么多年你在家里作威作福，若不是虾旺还要读书，难道你以为家里能容得下你？我真没说谎，我今天本来是去看三弟妹的，结果发现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偷吃白面饼子，我这不是害怕几个小丫头偷鸡摸狗的坏了虾旺的名头吗？我就借机教训了他们一顿。那白面饼子呢？捉奸捉双捉贼拿赃，你说他们偷吃白面饼子，东西在哪里？东西都到这个时候了，大嫂还想着隐瞒，我看还是按照爹说的，把大嫂送回娘家去吧。我和五弟亲自把人送走，也好让陈氏的娘家知道他的德行。行，我跟三哥一道去，咱们现在就走。我看到白面饼子实在诱人，我自己吃了。陈素娘这话刚落，全家人都齐齐地看着她，吓得陈素娘赶紧缩了缩脖子。大嫂真是不知廉耻，自己偷吃了居然诬陷是我闺女偷东西。你赶紧给老三道歉，争取老三的原谅。三弟，对不起，这事都是大嫂的错。你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我，而是我们家二丫。你说什么？你让我给一个丫头片子道歉？可我毕竟是长辈，怎么能给一个丫头道歉呢？既然你不愿意，那我也没办法，就按照爹说的办吧。只是这事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你若是不想回娘家，就去跟二丫道歉。可我毕竟是长辈，怎么能给一个丫头道歉呢？长辈？你也配当长辈？又打孩子又冤枉人，看在一家人份上才没跟你计较，你自己回娘家去吧，这事我管不了啊。行了，你赶紧去给二丫道个歉，你真要是因为这事儿被休了，将来咱们家旺哥飞黄腾达了，可没你什么事儿了。陈素娘听到这话，顿时打了机灵。若是将来儿子出息了，她岂不是做成老太君了？
等将来他做了老太君，有的是办法收拾虾仁和他那几个丫头片子。好，这事都是我的错，我愿意去给二丫道歉。你去把二丫带过来，告诉她有我在，不用害怕。虾潮点了点头，立马就去了。过了没一会，虾潮就带着二丫过来了。二丫别怕，有爹在呢，今天的是爹一定给你讨个公道。二丫，是大伯母不对，我怕那饼子来路不正，坏了你哥哥名声才动手的，我给你赔不是，你别生气了。二丫有些惊诧，陈素娘居然会向她道歉，她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她怯生生地看了虾仁一眼，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件事情爹听你的，你若是愿意原谅他就原谅他，你要是不愿意原谅他，咱们就不原谅他。你打了我2巴掌，想让我就这么轻飘飘的原谅你，我做不到。嘿嘿，不愧是我的闺女，有点儿骨气。你个臭丫头，给你脸了是吧？我已经低声下气的向你道歉了，你居然还敢不原谅我？你一个赔钱货的丫头片子，有什么资格说不原谅我？二丫毕竟还是小孩子，面对陈素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又被陈素娘指着鼻子骂，吓得她缩了缩脖子，赶紧后退了一步。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既然这样，咱们还是分家吧。老三，你说的什么混账话？我和你娘还没死呢，别动不动就把分家挂在嘴上，让外人听了看笑话。爹娘心里哪里还有我这个儿子？嘴上说为我做主，到头来还不是让我和闺女受委屈。再说我们早就是单过，跟分家也没两样。那不是家里人口多，在一个锅里搅烧不方便吗？再说你大嫂不已经道歉了吗？既然一起过不方便，凭什么只把我们分出去，不把大哥大嫂分出去？您说的公道不过是让他随便道个歉，那我现在打他一顿再道歉，是不是也算了？我干力气活手重，真下手没个轻重，到时候还请大嫂多担待。说完，虾朗就把双拳握得咯吱响。陈素娘见状吓坏了，老三，你想干什么？我可是你大嫂，都说长嫂如母，你敢打我就是不孝。老三，你大嫂毕竟是你大嫂，不要动手动脚的，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不太过分的娘都答应你。行，既然娘开口了，3个条件：一，大嫂自扇2耳光，打二丫的事就此结果；2，不分家也行，但我们自己单过，各吃各的，该孝敬爹娘的我一分不少；3，往后大嫂和爹娘不许再对我几个女儿呼来喝去，要是再让我发现背地里欺负他们娘几个，今天这事就不算完。行，都依你，不过事先说好，将来旺哥出席了，不带上你们一家子享福，你可不能反悔。这件事你们放心好了，以后无论虾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我更不会上赶着攀附他。好，事情就这么办了。现在你们双方都在，老五，你替他们做个见证。行，我就替大哥、三哥他们做个见证。大嫂，你赶紧动手吧，一会天都黑了，别耽误大家的时间。陈素娘听到这话，恶狠狠地瞪了虾潮一眼，但是在大家伙的目光注视下，还是狠狠地甩了自己2个耳光。这下你们满意了？大嫂放心，我虾朗一向说话算数，今天这事就算接过了，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先带着我家二丫回去了。说完，虾仁就带着二丫离开了。虾潮见转，赶紧追了上去。三哥，你可真不够意思！既然要分家，为什么不连我一起分出去？我也要跟你们一起生活。你胡扯什么呢？爹娘还在，你又没成家，你放心，以后三哥不会不管你的。爹娘，你们看到了吧？老三和老五是一伙的，刚刚真的是老三伸脚绊我，我没说谎啊！你闭嘴吧，丢人现眼东西！你还嫌家里不够乱吗？三哥，咱明天真不摆摊了，这么好的生意，一天赚3两多，不做太亏了啊！钱是赚不完的，咱都累好几天了，也该歇一歇了。你明天没事的话，陪我去办件大事。行，那我明天过来。三郎，你明天要去办啥大事啊？神神秘秘的。咱手里的钱攒的差不多了，明天我去把大丫赎回来，让你们母女团聚，再也不分开了。三郎，你说的是真的？我们真的能把大丫接回来？当然是真的，我这几天拼命摆摊，就是为了早点接回大丫。她在陈家肯定受了不少苦，我就怕她怪我。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大丫那么懂事，一定会理解你的。若是换做虾仁，这事他肯定不会原谅的。但是这年代就这个思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尤其是女孩子。第二天一大早，虾仁就开始清点银子，零零碎碎的加起来刚好18两。三郎，这些银子真的够把大丫赎回来吗？绝对够，
当初卖大鸭的时候，签的是活契，15两就能赎人，我这18两呢。三哥，收拾好了没？不是要出门办事吗？三哥，你这怎么还拎着包袱？里面装的是什么？银子，这段时间摆摊赚的都在这里了，我要去把大鸭赎回来。啊，这么大事，你怎么不早说？好歹跟爹娘商量商量。跟他们说有什么用？当初就是爹娘做主卖掉大鸭的。你是指望他们出钱还是出力？也是，三哥，不管咋样，我都站你这边。咱先把大侄女接回来再说。放心，等三哥再赚点钱，就给你娶媳妇，保准给你找个温柔贤惠的。我都听三哥的。谁呀？要饭去别的地方，咱府里不接待乞丐，赶紧走。说完就啪的一声便把门关上了。虾潮和虾仁对视了一眼，虾潮年轻气盛，对被关在门外又被骂成是乞丐的话相当气愤。三哥，他骂咱们是乞丐，太过分了，咱跟他拼了。咱这穿着跟乞丐也没啥区别，咱今天是来赎人的，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我再去教。你们烦不烦啊？都说了不接待乞丐，听不懂人话是吧？小哥，误会了，我们不是乞丐，是来赎人的，辛苦小哥通融一下。原来是来赎人的，早说嘛！你们家闺女叫啥？啥时候卖进来的？小哥，我闺女叫虾大鸭，是奥村的，2年前卖进来的。行，跟我来吧，这是归大总管管，我带你们去找他。陈大总管好，我们兄弟俩特来赎我的闺女虾大鸭。陈总管还挺意外的，不过李多人不怪。银子带够了，再者可想好了，咱府里丫鬟吃穿不愁，赎出去了，再想进来可就难了。孩子年纪小，在府里干活辛苦，做父母的不忍心让他一辈子做下人。既然你诚心卖身契在老夫人手里，我去给你取。陈总管去了不多时，便带着卖身契和大鸭回来了。爹，虾仁赶紧上前走了2步，他很想抱抱这孩子，但是碍于虾大鸭已经11岁了，在这个年代能称得上是大姑娘，于是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哎，爹在，爹来接你回家了。2年不见，大鸭长高了不少，你在这府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受委屈？好孩子，委屈你了，以前是爹的错，以后爹一定加倍弥补你。爹，我不怪你，你能来赎我，我就很满足了。走，咱们回家。小院，薛若薇一上午都在来回踱步。娘，您还在月子里呢，去床上歇着吧。爹现在说话可算数了，不会骗咱们的。娘知道，娘只是……薛若薇话还没说完，就见虾仁拉着大鸭的手回来了。大鸭，我的大鸭，你可算回来了。娘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娘，母女俩2年多没见，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虾仁看他们站在院子里，赶紧提醒：外面太冷了，你们娘俩有什么话进屋再说。大鸭，你娘还在月子里呢，见不得风。听你爹的。大鸭，咱们进屋。3人还没来得及高兴，便听见门外虾老太的叫喊声：虾仁，虾仁！我听说大鸭回来了，是被陈家撵回来的。我可告诉你，我可没银子替他赎身，赶紧送回去道歉。大鸭和薛若薇听到虾老太的质问，吓得赶忙缩在虾仁身后。有我在，不用怕。我听村里人说你回来了，还以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呢，原来是真的。你不是在陈家做丫鬟吗？是怎么回来的？难道真是犯错误了？是爹和五叔把我接回来的。是我把大鸭接回来的。当初为了供虾旺读书，娘硬是把他卖给了陈家做丫鬟。现在孩子大了，再待在陈家不合适，我就把他接回来了。老三，你可别打量着蒙我，你要是不给银子，人家怎么可能让大鸭回来？娘说的对，不过我没说不给银子啊，大鸭是我用15两银子赎回来的。花了15两银子赎回来的？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这你就不用管了，人已经回来了，以后谁若是再打我闺女的主意，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哪怕是亲娘都不行。老三，我可是你亲娘，你对我就这个态度，枉费前2天你和你大嫂出现矛盾，我还站在你这边呢。您是我亲娘，可我也是男人，得担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我5个女儿，一个都不能少，她们若有闪失，我不会对爹娘怎样，但定会从大哥大嫂甚至虾旺身上讨回来。虾仁这话看似说的软和，实则是前所未有的强硬，一下子就掐中了虾老太太的7寸。既然这丫头已经回来了，那以后你们就好好的过日子，
只是你哪里来的15两银子？这个你总得告诉你娘我吧。虾仁知道虾老太打的什么主意，也没打算隐瞒。是我做生意赚来的，你也知道这几天我早出晚归的去城里，其实我是去城里做生意去了。啊，那你做生意赚了多少银子？不多，只赚了几两银子，剩下的是和别人借的印子钱，过段时间是要连本带息还的。什么借的印子钱？老三，你是不是疯了？那些人的心可黑着呢。过几天我还去城里做生意，只要踏实干，按期还钱应该没问题。但等我挣了钱，娘就别再打这笔银子的主意了。到时候我要是真还不上，就不是卖儿卖女这么简单了，咱们一大家子都得受到牵连。他们这么不讲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老三，你也是糊涂，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呢？娘，这事不怪我，这些年我在家任劳任怨，挣的钱全被您拿去贴补大哥大嫂供瞎旺读书。行了行了，我是管不了你了。既然人已经回来了，你们一家就好好的叙叙旧吧。娘慢走。爹，您真为了赎我借了印子钱，要不还把我送回陈家吧。我知道印子钱利滚利，好多人因此倾家荡产，我不想连累爹娘。你就放心吧，刚刚我是骗你奶的，爹给你的赎身银子都是自己做生意赚来的，这事你娘可以证明。你爹说的没错，这些银子确实是他早出晚归摆摊赚来的。爹真是厉害，这几天就赚了这么多银子，那我以后能不能也跟着爹一起做生意？当然没问题，不过这几天爹不准备去摆摊，你在家好好陪陪你娘，明天爹上城里给你们买2只大公鸡炖炖。第二天一大早，虾仁就从县城拎着2头大公鸡回来了。刚到家，却发现自家门口停了一辆马车，马车旁边站着一位沉稳的小青年，一看就是来找人的。我家什么时候有这么豪横的亲戚了？请问这是虾兄家里吗？正是，不知这位兄台是何人？我是虾仁兄的好友，敢问虾仁兄可在家？啥？虾仁搜寻了一遍原主的记忆，发现并不认识这个人。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你这么一号人物做朋友？对面的人听到这话也忍不住有几分尴尬，他开始仔细审视起了虾仁，一副常见的农家汉子装扮。原来您就是虾兄，真是失敬了。我叫陈玉堂，是玉明堂的班主。今日冒昧上门打扰到虾兄了，还望虾兄海涵。冒昧倒也称不上，不知道您今日大驾光临寒舍，有何贵干？不瞒虾兄，我今天是来跟虾兄学艺的。几日前，虾兄在戏台旁唱的一曲《武家坡》，简直是惊为天人。他这么一说，虾仁还真有点印象，在戏台旁摆摊时，自己确实哼哼了几句。原来这人是来学艺的。哎呦，搞这些我还要养家糊口呢，没工夫搞这些，你怕是找错人了。虾兄，我们在府城也是小有名气的，只要你愿意教我，我一定把这出戏挂上您的名头，传唱到大江南北。虾仁嘴角一抽，竟整些虚的，他要这些名头有什么用？又不打算去唱戏。行了，我对你们这行实在不感兴趣，也教不了，赶紧回去吧。虾兄，我不让你白忙活，你教我唱戏写曲，我给你报酬。你早说呀，净整那些没用的，一出戏你能出多少钱？这回轮到他抽嘴角了，这人这么现实的吗？唱戏不应该是风雅的事情吗？虾兄愿意赐教，真是太好不过了。我对名利确实不感什么兴趣，所以咱们合作只谈银子。你若是学成，以后唱大戏也不用挂上我的名字，如何？好，那咱们只谈银子。就你那天唱的《武家坡》，不是说有好几个选段吗？我全买了，你觉得多少银子合适？既然陈班主主动上门，又知道我唱的《武家坡》，你觉得我这一出大戏下来多少钱合适？虾兄，我是诚心来求教的，你出个价吧，只要不太离谱，我们明玉堂都能承担得起。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虾仁看他一脸诚恳的莫言，心想这小子还挺奸诈的。既然这样，我要这个价。陈玉明看了虾仁一眼，脸上有些为难。难道是30两太多了？也是，30两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个小数目。300两就300两。虾兄既然敢要这个价，肯定是对自己的戏有信心。虾仁一口气差点上不来，30两变300，但凡犹豫一秒，都是对银子的不尊重啊。你看你什么时候安排戏班子上门学习？你可以先付1半定金，剩下的完成教学之后再结清，怎么样？怎么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呢？若是虾兄方便的话，我明天就能派人上门。方便，当然方便，明天见。两人谈妥后，陈玉堂给了虾仁所说的定金，便坐着马车匆匆离开了。下次是不是应该请人家到家里喝杯水呢？第二天，虾仁刚刚吃过早饭，陈玉堂就带着人上门了。身后跟着一男一女，年岁都不大，约摸着15、16岁的样子。仅仅一上午，这两人便学会了《武家坡》中的一段。行了，也到中午了，休息休息，我去给你们做顿饭。虾兄，你要亲自下厨吗？
不然呐，咱们这么多人，我不下厨，难道你们等着喝西北风啊？嘿嘿，虾兄，我不是这个意思。都说君子远庖厨，男子汉大丈夫哪有亲自下厨的？说你没读过书吧，你还知道君子远庖厨；说你读过书吧，你还一知半解。君子远庖厨原话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句话是指有德行的君子远离厨房，并非是君子不做饭，而是指君子不忍心见到动物被宰杀的残忍景象。陈玉堂实在没想到虾仁还能有这道见解，听完之后对他肃然起敬。今天真是受教了。行了，别整那些虚的，你要是真受教了，就过来帮我一块做饭。经过两人一顿忙活，一顿香喷喷的地锅炖鸡很快便做好了。没想到虾师傅还有这手艺，我觉得今天至少能吃2碗。那是当然，我爹的手艺是最好的。自从我爹开始下厨做饭，我都胖了不少呢。几人有狼吞虎咽的吃完饭，陈玉堂说下午还要去城里，于是今天的教学便早早结束了。虾仁前脚刚送走他们，后脚虾潮便急匆匆的跑了过来。三哥，虾旺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呗，你着什么急？三哥，你忘了，三嫂那一箱子书都给了虾旺，现在恐怕要保不住了。啥？虾仁还没来得及问完，一旁的薛若薇就急忙开口：五弟，怎么回事？那是我爹积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就那么点东西了。若薇，先别急，老五，你仔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今天虾旺回来告诉大嫂，他过段时间要跟着夫子出去游学，因为手里没银子，就准备把一部分书拿出去变卖了。现在他们母子2个人现在正想着怎么糊弄你们。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他还想把那些书变卖，简直是在做梦。虾仁说完，径直去了秦家老院。虾潮怕一会闹出好歹来，也赶紧跟了上去。老三，你来了，是不是听说旺儿回来了，特意来看他的？一旁的陈素娘有些心虚，她总觉得虾仁是来者不善，而虾旺到底是读书人，心态要好一些。旺儿见过三叔，听说三叔又喜得爱女，还没来得及恭喜三叔呢。不劳你费心了，如今你在学堂里读书也有7、8年了，你三婶的那几本书现在也是时候该还回来了。陈素娘告诉他虾仁要拿回那些书籍，虾旺本来还不相信呢，没想到虾仁真的这么直接。三叔，那些书本我都放在学院里了，而且书里的内容我还有一些没了解透彻，等再过2年吧，到时候我一定把那些书都还给三婶。原来厚脸皮也能遗传，我还当你是读书人懂体面。你既不顾脸面，我也不必客气，今日必须还回你三婶的嫁妆，不然我便去学校找夫子评理。三叔，我可是您亲侄子，您何必这么绝情？不少同窗都是冲着三婶那些书才与我结交，您把书收走，我脸面往哪儿搁？脸面是靠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真正的君子能屈能伸，不因境遇灰心，也不因过往自卑。你到底是不是我三叔？你怎么能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家旺，你读了7、8年书，一事无成，考了3年，连童生都没中，没天赋，再拼也没用，趁早放弃吧。不可能，我辛辛苦苦读了7、8年书，怎么可能放弃？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早晚有一天我能考中功名，说不定还能考上状元。行了，我跟你是说不通了，你继续做你的千秋大梦吧，把你三婶的嫁妆赶紧还给我。虾旺一听还书，脑子顿时就清醒了，若是现在拿回去，年后游学的计划肯定泡汤。三叔，我知道您在我身上付出不少，您放心，等我将来出息了，一定最先孝敬您和三婶。打住，你少来这套，你若是不讲道理，你三叔我有的是力气，也可以陪你活动活动筋骨。说完，虾仁手腕就掰得咔咔响。虾旺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哪里是虾仁的对手，吓得他赶紧躲到了虾老太太的身后。奶，我三叔怎可如此粗俗无礼？你赶紧劝劝他呀！将来我要是考取了功名，第一时间让您做老太君。这话若是放在从前，肯定会哄得虾老太太眉开眼笑的。但是虾旺读了7、8年的书，讲道理居然说不过虾仁一个庄稼汉，这让虾老太不得不怀疑虾旺这么多年的书是不是读到狗肚子里了。旺儿啊，书你已经拿去7、8年了，就算是个榆木脑袋，那些书也该能背下来了。你还是还给你三婶吧。奶，您说什么？你要让我把那些书籍还给三婶？没错，那些书你都看了这么多年了，早该刻在脑子里了。为了家里的和睦，你还是把那些书还给他们吧。娘话不能这么说，咱们庄户人家本就被人看不起，旺儿有这些书同窗，才会高看他一眼。大嫂，你可真是搞笑，别人家的东西用多了就当成了自己的了。那你要不要到县衙门去转转？说不定你在那里待的时间久了，
县太爷就把县衙腾出来给你住了。老三，咱可不敢胡说八道，这话要是被县太爷听到了，可是要挨板子的。娘，我不想再跟你们废话。今天若是不能拿回若薇的嫁妆，我就到县衙里去告状。虾仁发现跟这些人根本讲不通道理，那就只有来硬的了。而站在一旁的虾老爷子听到这话，终于开口了：老三，家丑不可外扬，你是望儿三叔，在怀疑朕又何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事晚些时候再说吧。爹，实在不好意思，你怕是没那么大的脸。今天不还给我，别怪我六亲不认。我反正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怎么说我。你这个小兔崽子！虾老爷子听到这话气得直跺脚，而虾潮看着家里的气氛，觉得自己也该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爹娘，你们一向偏心大哥一家，但是三哥也是你们亲生的呀，你们不能柿子专挑软的捏，因为他老实就欺负他吧。若说以前的虾仁是个老实人，他们一点都不反驳，但是现在的虾朗一言不合就要告到县衙里去，谁敢说他是软柿子，是个老实人？虾王因为年后游巡，就和大嫂商量要偷卖掉三嫂的嫁妆。可旺儿的衣物鞋袜哪样不是三嫂亲手做的？但凡是讲点良心的人都不会想着偷摸把那些书给卖了。虾老爷子和虾老太还真不知道这事，这样做岂不是真寒了虾仁一家的心？我不管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只有一句话，我要拿回若薇的嫁妆，现在就要。若是你们不肯给，我趁着天黑之前还能赶到县衙。说完，虾仁转身就走。虾旺心里害怕，这是真要闹大了，他可就完了。侄子霸占婶子的嫁妆，就算是学政不处罚他，他的名声也别想要了。我还，不过现在家里只有一部分，剩下的我明天到学堂里去给你拿回来。你记住，剩下的书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到时候我希望你能主动送上门去，不要让我再上门来讨要了。我的妻，往事报传。虾兄真乃大才，不仅做的饭好吃，这唱起戏来倒也不差。那当然，我爹天下无敌。行了，也差不多了，这最后一段也都交给你们了。多谢师傅。不必客气，谁让咱们有缘呢？是吧，陈班主？对，有缘。虾兄，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这是剩下的150两银子，请你收好。虾仁也没客气，直接把银票揣进了兜里。只这么几天，我就赚了300两银子，终究是我占便宜了。祝你们前路坦荡，将来能名满天下。虾兄舍不得我们了，我们也舍不得虾兄，更舍不得虾兄做的饭。这陈玉堂就是个标准的吃货，说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看着虾仁。别这样看着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癖好呢。虾兄，咱们好歹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马上就要走了，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祝陈班主能早日达成所愿。好一个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虾兄，告辞，来日方长。送走陈玉堂后，虾仁刚盘算着这些银子该怎么花，虾旺就提着一大麻袋书来了。哟，旺儿不愧是读书人，果然守信用。是三叔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是读书人，当然说话算数了。这些是剩下的书，你清点一下看看够不够。那倒不用了，三叔还是相信你的人品的。行，那侄儿就先走了。等下说你是送回来了，可这书多少肯定都有些磨损。你什么意思？不会要我赔吧？我可没抢。你三婶和我都不是小气的人，念在你又是我亲侄子，这事就算了，将来发达了别忘了三叔就成。三叔放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侄子以后肯定不会忘了三叔和三婶的大恩。虾仁见状扑哧一声，就这副心胸狭隘的样子，还想考取功名，简直是痴人说梦。行了，没事就走吧，三叔就不留你吃饭了。有辱斯文。揣着巨款的虾仁思索了半天，摆摊卖卤煮的生意还是要继续做。反正现在有银子了，可以先买辆牛车，这样来回也能省点事。拿定主意的虾仁就进屋喊上孩子进城里，刚好可以顺带给他们买些吃的和新衣服。爹，我要去。你们不能都跟着爹一块去，总要留下来2个人照顾你娘和妹妹。爹，你带着二妹和三妹他们去吧，
我在家里照顾娘和四妹他们，还是让大姐去吧。她在陈家受了不少苦，好不容易回来了，爹带大姐去散散心。大丫和二丫知道他们两个肯定有一个要留在家里的，所以都主动揽过了照顾薛若薇和小丫头的事。这样吧，这次大丫、四丫和我一块进城，下次二丫和三丫再跟我一起去。好耶，好耶！进城后，虾仁径直带着2个闺女去了药铺，采买做卤煮所需的香料。而虾仁没有注意到，离药铺不远处有一个女人正看着他们，看见他们后出来，扭头就走。四郎，我回来了。这个被称作四郎的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做了上门女婿的虾家老四虾硕。眼前的女子正是他的媳妇赵清穗。你回来了，辛苦了。为了孩子天天城里镇上跑，等攒够银子，咱们就在城里买宅子，把爹娘孩子都接来，就不用这么奔波了。虾硕口中的爹娘指的自然不是虾老爷子和虾老太太，而是赵清穗的爹和娘。听着虾硕的话，赵清穗点了点头，但是神色却有些复杂。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今日在药铺碰见三哥和孩子了，没敢上前打招呼。三哥从庆余堂提了许多药，不知家里谁病了。秦朔听到这话，有些微微愣神。三哥不会无缘无故抓药的，难道家里有人病了？你要是放心不下，我陪你回去看他。也好，正好去看看三哥刚生的小闺女。我娘向来重男轻女，她要是嫌弃那孩子，咱们就抱回来养。赵清穗听到这话，眼睛一亮。他们赵家向来人丁稀少，和虾硕成亲4年，也不过才生了一个儿子。若是能白白得个女儿，他自然是愿意的。这个主意不错，那我这就回去准备些礼物带给三嫂，就当是给她的补偿。日落西山，虾仁带着2个娃娃出了城。和来时不同的是，多了一头牛车和许多的吃食与衣服。爹，回去奶奶不会怪我们吧？今天我们花了好多银子。这才哪到呢？爹年后还准备盖房子呢。再说了，买的东西都是必需品。可我从陈家回来，还带了几件穿不上的旧衣服，改一下还是能给妹妹们穿的。大丫，之前是爹对不起你们，你们妹妹往年过年时都没有新衣服穿，今年和以后爹都会给你们补上的。就算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买了布自己回家做，这样至少能省1半银子。还有这些糕点，我们可以不吃的。没想到咱们家大丫还是会精打细算的人，爹之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小财迷呢？爹，我在跟您说正经的呢，你怎么还取笑起来我了？走了，回家。虾仁驾着牛车刚到村口，就被围观的村民给堵住了。哎呦，虾老三还买了头牛回来，这牛膘肥体壮的，一看就老值钱了。虾仁真是发达了，这买牛肯定花了不少钱吧？你们忘了，前段时间虾老三天天去城里鼓捣什么卤肉火烧，肯定是弄了不少银子。虾老三真是踩了狗屎运了，猪肉都能卖出钱。这就叫做傻人有傻福呗。虾仁听着村民们的议论，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感情我在他们眼里一直是个傻子啊！老三，我家老三真是出息了，居然真弄了一头牛过来，娘也不怕你笑话。我跟你爹过了一辈子，你爹这个没出息的也没能给家里买上头牛。你们要是能给虾旺少花点银子，省下的束修银子足够买头牛了。是啊，虾家婶子，你们这么多年为了供虾旺读书，可没少花银子，不是每个人都是那块料的。你们这些泥腿子赌什么？读书自然是要费点银子的。旺儿明年就要下场考试了，这次肯定能考中的。行，既然爹对家里的读书人这么有信心，那就祝你早日梦想成真，跟着他去京城里当老太爷，享受荣华富贵。围观的村民们一阵哄笑，虾老爷子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的，反观虾老太太则是一心都在牛身上。老三呐，你没什么养牛的经验，要不然你就先把牛牵到我们院子里去，我和你爹给你养着，保证比现在还要健壮。娘，你看我像是个蠢货吗？我买的牛还需要你来养，要不我干脆把这牛送给你得了。这小子小时候要是有这么精明，读书的事哪能轮得到虾旺这个孙子呀？虾仁没再搭理这老两口，一甩牛鞭，牛车就缓缓地往他们家的方向走去。娘，爹和大姐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你爹和你大姐他们是进城办事去了，等办完事就回来了。等下次你爹再进城的时候，就让他带着你和你二姐一块去。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城里呢，
听隔壁虎子说，城里特别热闹，有杂耍唐人，花灯节时，树上河里全是花灯。你放心，你爹疼你们，将来你们也有机会去的。薛若薇话音刚落，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了二丫的叫喊声：“娘，您快出去看看吧，我爹买了头牛回来，可气派了，比村长家的牛还健壮呢。”啥？薛若薇出了门，果然看到一头气派的大黄牛站在院子里。怎么买了头牛回来？这得花不少银子吧？没花多少银子，加上这车才14两。你赶紧回屋里去，外面天冷风大。没事，我这马上就出月子了，见日头，身子也硬了。娘，爹买了好多衣服和吃的，有你的，还有妹妹们的。几个孩子手脚轻快地把买来的衣服和零食从牛车上拿了下来，一同进了屋。哇哦！大姐，这衣服真的是给我买的吗？我从小到大还没穿过新衣服呢。当然是给你买的，不仅你有新衣服，我和你二姐还有四妹每人一套呢，娘也有哦。大丫说完，拿起了一件青色的棉衣，递给了薛若薇。娘，爹说你皮肤白，穿这件青色的衬你的肤色。这个鬼丫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三哥，听说你买了头牛回来，原来是真的呀。虾仁出门见虾朝围着牛来回的打转，一副稀罕的不得了的模样。你来的正好，我正打算找你帮忙呢，给这牛搭个牛棚，你帮我搭把手。没问题，我前段时间上山砍柴的时候，还从山上弄下来几块大木头呢，正好可以做牛棚的柱子用。我这就回家里去把那些木材扛过来。说完还不等虾仁发话，就一溜烟的跑回了家。虾朝回了家，从院子里堆放的柴禾中找到了那几根木材，正要扛着离开，却被陈素娘给拦住了。五弟，你把这几根木材拿到哪里去？这是我上山砍的木材，我想拿到哪里去就拿到哪里去。五弟，家里供你吃，供你穿，我也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这胳膊肘可不能往外拐。你这木头是不是打算给你三哥？你三哥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赚来点银子，你就上赶着巴结他。咱们旺可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跟着他将来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虾朝顿时被陈素娘这话给气笑了，这是把他当成3岁小孩忽悠了吧？都这时候了，大嫂还在自欺欺人。老话常说龙生龙，凤生凤，咱们老虾家祖坟就没冒过当官的青烟。虾旺读了这么多年书，连个童生都考不上，这就说明他压根不是读书的料，更别说这些年为了供他，家里早就家徒四壁了。算我求你了，你就给咱们大家都留条活路吧。虾朝最后一句话说的情真意切，发自肺腑，但是在陈素娘听来，这就是赤裸裸的嘲讽。五弟，我肯跟你说这些，是给你脸面的。你是旺儿的五叔，没想到你跟你三哥一样，都是眼皮子浅的穷酸货。旺儿读了这么多年书，来年考试必定中童生。你要是非要跟我作对，等旺儿将来发达了，可别舔着脸往上凑。你放心呐，我夏朝虽不是什么一言九鼎的人，但是也不会说话不算数。将来无论你们家夏旺多有本事，我都不会巴结你们的。现在可以让开了吗？陈素娘见他这副态度，气得直跺脚，不过还是让出了一条道：臭王爷，说了几集了也不嫌烦，老子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虾朝前脚刚扛着几只木桩子离开，虾老爷子和虾老太太后脚就回来了。陈素娘眼珠子转了转，就到虾老爷子和虾老太跟前告起了状。爹娘，你们快管管五弟的，他刚刚把家里的几根粮都扛走了，我看方向应该是去了三弟家，也不知道三弟到底给五弟灌了什么迷魂汤，再这样下去，咱们这个家可就散了。哼，管？你让我怎么管？老三和老五可是亲兄弟，他们兄弟之间亲厚点，我这个当娘的，难不成还能从中间拦着？倒是你和老大做大哥大嫂的没有一点样子，一天到晚只知道偷奸耍滑。要不是看在你给我们家生了个孙子的份，我早就收拾你了。陈素娘听到这话缩了缩脖子，也不敢再说什么了。虾老太太看了一眼站在院子里一言不发的虾老爷子，径直进屋。跟个老东西过了一辈子了，家里也没买上头牛，年轻时候若是能有头牛回娘家，该多风光啊！唉。只是虾老太太再也没机会实现这个愿望了。她突然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老太君和荣华富贵也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刚把这里弄完，正准备去找你呢。哥别提了，我正准备出门呢，结果被大嫂拦住了，说了一堆有的没的废话，净浪费我的时间。哼，他是不是说让你远离我，还说你将来能依靠的只有秦旺那小子？三哥，你也太神了，这话分毫不差。我要是信了他，别说享福，将来连豆腐都吃不上。
他向来会画饼，要不然咱们兄弟也不会任劳任怨的被他驱使这么多年。现在能醒悟也不算太晚。行了，赶紧干活吧，等搭好牛棚，三哥给你做好吃的。用了近2个时辰，两兄弟总算把牛棚搭好了。薛若薇赶忙端着虾仁从城里买的点心走了过来。三嫂，我都是大人了，这些糕点留给几个小侄女吃吧，他们正是嘴馋长身体的时候。你三哥进城都会给他们几个带吃的，这些是专门给你留的。这次去城里本想给你买一套新衣服的，但是想着买了，到最后8成得穿在虾旺的身上，就没给你买。三哥三嫂能想着我就满足了，新衣服什么的也确实是轮不到我，爹娘偏心，我也不奢望他们能够疼我了，以后我就跟着三哥混了。这可不中，将来要给你娶个媳妇的，你跟我过，将来你媳妇儿怎么办？年后我打算盖新房子，到时候也给你盖2间。虾潮听到这话猛咳了几声，差点被嘴里的绿豆糕给噎住，内心对好日子的向往又重新燃了起来。三哥，那我们继续做生意卖卤煮吧，我想挣钱娶媳妇。虾仁也正有这个打算，于是便应了下来。明天咱们就再去趟城里采买猪下水，顺便找一找适合摆摊的地方。好，那我明天跟三哥一块去城里。第2天，虾仁刚起床，虾潮就屁颠屁颠的跑来了。三哥，咱们什么时候去城里？我都准备好了。现在天还早，怎么着也得吃了早饭再去啊。那我帮你去做早饭。吃过早饭后，虾仁套上了牛车，二丫和三丫两人站在牛车前，眼巴巴的望着虾仁。爹，这次是不是该轮到我和二姐了？行，你们俩上来吧。虾仁进城买完卤煮所需的猪下水后，便和虾潮寻找合适的摆摊位置，但是一连找了好几个位置，虾仁都觉得不太满意。三哥，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不是挺热闹的吗？这位置你都看不上，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位置呀？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客流量。咱们大冷的天出来摆摊，一天下来，若是只挣那么100文钱，还不如窝在家里睡大觉呢。虾潮听到这话，忍不住撇了撇嘴。三哥这不是净说废话吗？土地庙唱戏那种事几年还赶不上一次呢，那样的场地怎么可能天天有？我看三哥是有些飘了，一天赚个100、10文钱还不知足。想当初在码头上扛大包的时候，一天才值10文钱呢。行了，跟我来，我想到一个好地方。这不瞎望那小子读书的明德书院吗？三哥，你该不会是想给瞎浪难堪，故意在这里摆摊的吧？你这脑袋里一天天的想什么呢？我是吃饱了，闲着没事了。你三哥我可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尽管虾潮有些不解为何要选择在书院门口摆摊，但只要三哥肯带自己赚钱就行。行，我都听三哥的，嘿嘿。回去时路过集市，虾仁又给2个小丫头买了糖人，顺便也给虾潮买了一个，这可把虾潮给感动坏了。五叔，是你的糖人不好吃吗？你怎么哭了？要不咱俩换换，我这个特别甜。谁说五叔的糖人不好吃的？五叔才不跟你换呢，我这个糖人特别甜，这是五叔吃过最甜的糖人。我知道你是被感动了是不是？我爷奶以前肯定没给你买过糖人吃，没爹娘疼，真是可怜呐。小丫头片子真会扎你五叔的心啊。一行人赶着车，牛车慢悠悠地回到家，还没到家门口，虾仁远远的就看到自家院门外停了一辆马车。难道是陈玉堂这货又回来了？不过等虾仁走向院子，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屋内传出的是女子的嬉笑声。三嫂，这五丫头可真可爱，不知道取名字了没？起了，大名叫虾淑宁，我和你三哥希望她能一生安舒顺遂，宁和静好。这名字好听，意义也好。四郎在家时总说三嫂是秀才之女，知书达理。哎，我就是个粗人，比不得你。什么秀才之女，不过是个罪人罢了。我不懂什么诗书文墨，不过是简单的认识几个字，不做睁眼瞎罢了。虾硕听到这话略感尴尬。薛若薇的父亲因为科考时忘了避讳，全家被流放到了边关。赵清穗这时候提起她是秀才之女，确实有故意给她难堪的嫌疑。三嫂，清穗她没有别的意思，我们是觉得这么好听的名字肯定是三嫂你取的吧？是啊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三嫂你别介意。没关系，是我太敏感了，四弟和四弟妹不要介意。赵清穗朝着虾硕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开口说正事儿。其实我们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想和三嫂商量一下。宁儿排行第5，又是女儿，爹娘多半不会喜欢。我知道这么多年三嫂因为几个侄女在虾家受了不少委屈，虽说赵家是商户，但是家里不愁吃穿。我与清穗定会视五丫头如己出，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并且我们愿意给三嫂出20两银子的营养费，还望三嫂好好考
考虑考虑。是啊，三嫂，三哥那人虽好，但对爹娘言听计从的。当初他为了供瞎旺读书，都能卖掉大鸭，将来这几个孩子指不定会怎么样呢。咱们做女人的，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考虑啊。站在门外的虾仁已经脸色铁青了，他就出去这么半天，回来家都要被偷了。怎么办？一会三哥和四哥要是打起来，我该帮谁？三个四哥对我都不差，想买我闺女也要问问我答不答应。三郎，你回来了。三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四弟这么多年不回来了，突然出现在我家不说，还想抢我闺女，你是不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三哥，你听我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行啊，那你解释你是哪个意思？虾仁很生气，所以压根不给虾硕好脸色。我们这也是来和三嫂商量的，刚好你不在家，这都是个误会。行了，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这次的事情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走吧，我是不会把闺女给你们的，更不会卖闺女。虾硕和赵清穗是真的喜欢虾小五，所以两人还想再争取一下。三哥，我知道你也舍不得小五，但我也是他亲叔叔，能保他衣食无忧。你向来顺从爹娘，难保不会委屈他们。虾硕，我是看在咱们是亲兄弟的份上，给你留了脸面。既然你不识好歹，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说话难听了。你是不是不清楚你的身份？你是入赘到赵家的，你自己的孩子尚且要跟赵家的姓，你拿什么跟我保证？万一哪天你被赵家扫地出门，我的闺女指不定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呢？都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三哥，这是诚心要戳我的心窝子吗？是你主动来找不痛快的，你不让我高兴，难道我还要哄着你不成？三哥若是不相信瞎说，我也可以向你保证，将来无论是什么情况，我都会善待小五的。你是什么一言九鼎的人吗？你拿什么保证？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你们赵家是商户吧？赵清穗听到这话，脸色变得不悦。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虽说商户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商人不能科举，对他们的子孙后代还是有影响的。三哥、四哥，你俩有什么恩怨先放一放，娘和大嫂来了。啥？你这不孝逆子！要不是大嫂跟我说你回来了，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当初你非要入赘赵家，丢尽了我和你爹的老脸，没骨头的软蛋去人家家里做牛做马，连祖宗都不要了。我竟养出个忘本的东西，真是造孽啊！别人家儿子都光宗耀祖，你倒好，低三下四上门当女婿，连亲娘都快不认了。你这般不孝，我死后哪还有脸去见虾家列祖列宗？这虾老太太骂的可真脏。虾硕脸上半是憋屈，半是无奈，一副窝囊至极的模样。好家伙，这虾硕居然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主，这演技简直是影帝级别的。你骂够了没有？虾硕现在是我们赵家的人，这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当我是死的吗？赵氏，你个泼妇！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婆婆，你居然敢倒反天罡！哟，虾硕可是入赘的，当初你们可是收了银子的，现在又要在我面前摆婆婆的款儿，你当我赵家是好欺负的吗？赵清穗几句话对的虾老太太是哑口无言。一旁的陈素娘见虾老太太只这么一个照面就败下阵来，于是梗着脖子说道：四弟妹，就算四弟是入赘到你们家的，那他也是娘的儿子，这当老子的管教儿子是天经地义的。这么多年他没回过家也就算，连爹娘的养老钱都没给，你们就不怕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这话不就是想要养老钱吗？说的慷慨激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义的化身呢。有了陈素娘在一旁呐喊助威，虾老太太顿时就有了底气。老四，你大嫂说的对，你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养长大的，我还指望你顶门立户呢，你却跑去给人做赘婿，活得窝窝囊囊的。现在你媳妇儿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却躲在后面缩壳里当王八，我怎么就养出了你这么个窝囊废？虾仁听到虾老太太这话，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声笑出声。大家把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虾仁。三哥，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没忍住。我知道咱们虾家穷得厉害，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四弟是娘从小用屎尿喂养大的。四弟要真是从小吃屎尿长大的，那他入赘出去，我是举双手赞同的。老三，你是脑子有问题吗？这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兄弟几个哪个不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的？娘，是儿子窝囊，你就当没生过我吧，不然我回去还要受家罚。我儿是读书人，若我被赵家赶出去，他的脸上可也不光彩。你给人当上门女婿就光彩了。可到底虾老太也没继续说什么。虽然虾硕入赘丢了他的脸，可是他好歹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虾老太还是有几分心疼的，只是不太多。四弟妹，娘是个急脾气，你们好几年不回来，她也是想念你们，说话重了的，你们别太在意。
陈素娘是个什么样的脾性，虾家几兄弟谁不知道？她能帮着虾老四夫妻俩说好话，铁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就说四弟和四弟妹知礼娘，您看他们还给你带了礼物呢，也不知道你们给娘带了什么好东西，有没有大嫂的份？说完就要上手去摸桌子上的礼物，虾仁眼疾手快，一把拦过这些礼品，冲着陈素娘龇牙：大嫂，做人还是要点脸面的好看，这些礼物是给我们家若薇的，跟你可没什么关系。三弟，我知道因旺儿的事你跟我生了嫌隙，这些礼物你不分给大嫂，我也不怪你，但是娘的那一份你总得给吧？你难不成是想学四弟忤逆不孝吗？虾仁可不是瞎说，挨了骂还要装孙子。这话应该是我跟大哥大嫂说吧，这些年你们仗着有儿子好吃懒做，除了会问爹娘要钱，你倒是说说是怎么尽孝的，也让我跟着学学。我为虾家生了个儿子，替虾家延续了香火，百年之后也有人供奉香火纸钱，不像你一样一连生了5个丫头片子，将来有什么颜面面对列祖列宗？知道的是你生了儿子，不知道的还当生了金疙瘩。生儿子有什么好瞎掰的？家里有家业继承嘛，你要是不养儿子，咱们家说不定还不会穷成这样呢。三哥这战斗力一天比一天强啊！这还是我那个老实木讷的三哥吗？说的我好爽。杨三弟，这也骂得太难听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大嫂，长嫂如母，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早警告过你，别再说这种蠢话。我娘还好好站在这儿，你凭什么当我娘？这不是咒他吗？你个不孝顺的玩意！他感觉天都塌了，虾仁这张嘴也太能颠倒黑白了吧？他要是能打得过虾仁的话，此刻会毫不犹豫的给虾仁2个大嘴巴子的。原来话还能这样说，我之前是不是白忍了？一旁的虾老太终于回过神了，一开口就是怒斥，不过却不是对着虾仁的。你说你没事惹他干什么？真是一点都不长教训。啥？陈素娘彻底崩溃了，这老太婆到底是那边的？娘，我没这个意思。三弟是故意挑拨的，当初若不是您和爹支持旺儿去学堂读书，他也成不了读书人。等将来他考取功名后，您……行了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这东西就让老三收着吧，眼皮子浅的东西，等将来旺儿考取功名做了大官后，什么样的好东西没有，整天净干些丢人现眼的事儿。虾老太没占到便宜，骂完陈素娘还是不解气，于是又炮轰起了虾硕。你个没出息的东西，瞧你那个窝囊劲儿，我就没见过这么怕媳妇的，以后多跟你三哥学学吧。说完就迈着小碎步走了出去。陈素娘见虾老太太都走了，自己也赶紧追了上去，生怕慢了一步虾家几兄弟就要找自己算账。你们2口子还杵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走？难道还想硬抢我闺女不成？三哥误会了，小五是三哥的女儿，既然三哥不答应，以后这事就不提了。赶紧走，赶紧走，不要在这里影响你嫂子休息。我就这么不受待见吗？好歹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三哥居然连顿饭都不肯留我吃。咱们就这么走了吗？不然呢？你也看出来了，三哥他不待见我，我若是死皮赖脸的待在这里，也只会遭人厌烦。你以前说你三哥老实木讷，你确定你说的那个人是你三哥？而且我看三哥和三嫂的感情也挺好的。虾硕也有几分想不通，现在的虾仁跟他记忆中的三哥可是完全不一样的。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可能，难道三哥跟他一样，以前都是装的，属于扮猪吃老虎？三哥这些年确实藏得够深的，连我都被骗了，以后咱们多跟他来往来往。有话快说，有屁就放，一个大老爷们这么吞吞吐吐的像什么话？这样将来怎么找媳妇儿？三哥，你不觉得你对四哥说那些话有点太过分了吗？他本就是上门女婿，心理压力很大，难得回一趟家，你还这般说他？你个傻帽，你没看出他俩是在演双簧吗？他这个上门女婿在赵家地位高得很，夫妻俩在家还指不定谁听谁的呢。不可能吧？我看四哥在四嫂面前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日子能好过到哪里去？刚才在屋里，你那个四嫂可都是看老四眼神行事的，他们就是演给娘和大嫂看的。原来四哥的窝囊劲都是装的，枉费我还同情他，觉得他在赵家的日子不好过，这几年都没敢打扰他。行了，你四哥就是个黑芝麻汤圆，你以后离他远点，不然哪天你被他卖了，说不定还要帮他数钱呢。虾潮深深地叹了口气，原本以为家里就自己一个聪明伶俐的，搞了半天三哥和四哥都藏这么深，这真是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原来是自己。行了，赶紧收拾，今天三哥给你做好吃的，别耽误一会吃饭。我都听三哥的。在虾人家吃过饭的虾潮捂着肚子晃悠悠地往家走去，
刚到家就对上了陈素娘。有五弟还知道回来呀？你这一天天的不着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不要爹娘，要跟你三哥过日子呢。哼，我倒是想跟三哥一起过，三哥不正好缺个儿子吗？哎，我就是年纪大了，要不然我高低的赖在他们家。陈素娘本来受了气，还想拿虾潮出气呢，结果没想到虾潮居然能说出这种话。娘，你看他五弟说的这是什么话？我看他们一个个的都要反了天了。我可是他们的大嫂，他们对我一点尊重都没有，长嫂如。大嫂，你是不是又想说长嫂如母？你说你怎么一点都不长记性呢？一天两次的诅咒我娘，真是大不孝。说完，虾潮不顾黑脸的陈素娘和虾老太就一脸傲娇的回了自己那四处漏风的杂货间。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五弟现在跟三弟学的刁钻的很，我怕三弟把五弟给带坏了。哼，陈氏，你真是个不长记性的玩意儿！下次若是再让我听到你说这话，我就让老大休了你。说完，虾老太也气呼呼的回了房间，只留下陈素娘一人在风中凌乱。她实在想不明白，短短几天自己怎么就沦落到这个地步呢？第二天一大早，虾仁早早的就起来了，既然要摆摊做生意，还是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卤煮是头一天晚上做好的，现在就差火烧了。虾仁麻利的和好了面。爹，您怎么不喊我们起来，给您一起帮忙呢？你们年纪小，多睡觉对你们的脑子和身体都有好处。这点活我自己能干，你们都去休息吧。两个孩子没有再去睡觉，而是一个做起了早饭，一个则帮着虾仁烧火。这俩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等他们吃完早饭，虾潮才姗姗来迟，脸上还一脸的疲惫和愧疚。对不起三哥，我来晚了。你这是怎么了？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是一晚上没睡觉吗？还是晚上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了？三哥，你不同情我也就算了，还说风凉话，到底咋了？还不是那陈素娘自己对付不了我，就让大哥在爹面前搬弄是非。天没亮爹就叫我进山砍柴，回来又让我去挑水，折腾得我筋疲力尽，就是怕我帮你干活。那你倒是挺听话的，三哥家里的柴也不多了，要不你再上山一趟？三哥，我已经够可怜的了，你就别再拿我开玩笑了。你家里要是真缺柴了，不用你说，我就上山去砍了。平时也没见你这么听话，今天怎么就被拿捏了？我能怎么办？这是爹的吩咐，我还能不听吗？我要是敢跟他对着干，大哥和大嫂指不定还要怎么样搬弄是非呢。老五啊，老头子以后要是让你干活，你就带着虾棚一块，或者是装病。若是虾棚不肯，非要欺负你，你就发一次疯，动静闹得越大越好啊！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呀？有什么不好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连媳妇孩子都没有，你怕什么？那倒也是，不过三哥，三爹要是知道了是你在背后出的主意，会不会找你的麻烦？老头子若是想不开，尽管放马过来，若是真气死了，他管死我管埋。这些日子虾仁已经看明白了，虾老太这人虽然偏心，起码还能救一救，而虾老爷子才是这个家里最固执的毒瘤。我都听三哥的。行了，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也该出发了。虾仁两人进城后，就在书院门口不远的位置熟练的摆好摊。没过多长时间，就从书院里出来了第一个学生。大叔，你们这卖的是什么？闻起来怎么这么香？虾仁听到这话，满面笑容的脸上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神特么的大叔，我才不到30岁。大叔，我问你话呢，你这卖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香？我们这是卤煮火烧，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一碗尝尝？江林舟看着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白泡的卤煮火烧，咽了咽口水。猪下水这玩意能吃？好吃，绝对好吃。你可以买一碗尝尝，价格也不贵，一份只需要12文钱啊！什么时候涨价呢？我咋不知道？价格倒是不贵，你给我来一份尝尝吧。虾潮麻利的给他弄了一碗。小胖娃先是浅尝了一口，然后蓦然瞪大了眼睛。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很快，一碗卤煮火烧就见了底。小胖娃还是觉得没吃过瘾。大叔，再给我来一碗。小胖子，你是逃课出来的吧？大叔，你怎么知道？行了，先回去上课吧。如此美食，应当与好友共品才行。你帮大叔多向同窗推荐，我们不卖完是不会走的。那行，说话算话。大叔，你等会可不能走啊！小胖子说完，一溜烟的就回了学院。虾仁耐心的等着，半个时辰后，一大帮学生乌泱泱的围了过来。不要抢，一个一个来。没买到的也不用生气，我们明天还来。接下来一连两人都在书院门口摆摊，就连学院里的夫子也时不时的会出来尝尝鲜，只是他们一次都没见过虾旺。虾旺也在这个书院里读书，咱们怎么一次都没见过他？
怎么你很想他？要不跟其他学生打听打听？那倒不用，我就是好奇。这几天我一直怕碰见他，咱们出来做生意，娘还不知道。要是他知道咱们赚了钱，回去跟娘告状可怎么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卖卤煮火烧的事，他们早晚都会知道。可知道了也没用，想从我这儿拿银子，得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虾仁这句话刚说完，就看到虾旺往这边走了过来。乌鸦嘴，真是自家生意，这不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说不定还能免费给同窗尝尝，做个顺水人情。三叔，五叔怎么会在这里？你眉毛底下挂2个蛋是用来出气的吗？看不出来我们是在这里摆摊卖吃是吗？三叔，这里可是学院门口，你说话怎可如此粗俗，简直是有辱斯文。若是让其他学生听到，该如何看待你？有辱斯文是吧？行，那看三叔给你整点文雅的。视而不见，与盲何异？这句总可以了吧？一旁的虾潮强忍着笑意，他虽然没读过书，但是他听懂了。三叔是长辈，我不与你计较。听同窗说，学院门口卖卤煮火烧的大叔手艺极好，咱们是一家人。我竟不知你们还有这般本事。那你现在知道了，麻烦你离我们远点儿，省得待会影响我们做生意。虾旺自动忽略掉了虾仁的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冒着热气的卤煮火烧。也不知道三叔和五叔卖的这个卤煮火烧味道如何？你想尝尝？12文一碗，价格童叟无欺，先付银子后品尝，谢谢惠顾。三叔，我可是你亲侄儿，咱们都是自家人，难道我在你这里吃饭还要钱？吃饭付钱天经地义，难不成你还想吃霸王餐？读书人怎么可以受嗟来之食？让你的那些同窗看到岂不是要笑话你？可咱们是一家人，我是你亲侄儿，这事儿要被我爷奶知道了。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我又不是你爹，凭什么管你的吃喝拉撒？虾旺没想到虾朗说话如此不留情面，他又把目光看向了虾潮，一脸委屈地说道：五叔，你看三叔说话也太难听了吧，咱们都是……可千万别说什么是一家人，你爹娘可从来没把我当人看过。你三叔说的没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跟我们还差了1倍呢。行，你们2个竟敢这样辱我，我不吃就是了。话音一落，虾旺转身就走，可却不是回学院，而是径直朝着石坳村的方向而去。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家里总有能治住你的人，我这是老虾家光宗耀祖的期望。虾家老院，陈素娘一边洗衣服一边自言自语的抱怨：以前活都是老三家丫头干的，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过粗活？早知该对那几个丫头好点，这样还能哄着他们干活。娘，陈素娘抬头一看，居然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回来了，赶紧放下了手里的衣服站了起来。是旺儿回来了，我记得今天不是你们学堂休末的日子，你怎么就回来了？虾旺本来就觉得委屈，一听陈素娘这话，瞬间就红了眼圈。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谁欺负你了？是不是你学院里的那些同窗们？你跟娘说，娘去给你出气。不是他们，是三叔和五叔，他们欺人太甚。你三叔五叔，他们怎么可能欺负你？儿啊，我知道你看他们不顺眼。娘，我没撒谎，他们在学院门口摆摊卖卤煮火烧，我去吃一碗，他们居然还跟我要银子，还骂我厚脸皮想吃白食。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不然这书我不读了。考功名光宗耀祖，谁爱做谁做。陈素娘一听虾旺要撂挑子不读书了，这怎么能行？儿啊，你可不能任性，更不能为了和他们置气，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放心，这事啊，娘一定给你出口气。我现在提起爹和娘，三叔他们根本就不把你俩放在眼里，就算你们上门找他讨要说法，咱们也不是占理的一方。哼，老三和老五确实是翅膀硬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治不了他们，你爷奶总能治得了。陈素娘话音刚落，虾老太太就迈着小碎步从外边溜达回来了。看到盆里还有一大堆没洗完的衣服，虾老太太蹙了蹙眉头。老大媳妇，这个不中用的，这么长时间了，连几件衣服都没洗完，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翻嘴学舌第1名。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虾老太太嫌弃上了陈素娘，但是看在虾旺的面子上，虾老太太并没有表现出来。真是我的乖孙回来了，老远就看到是你，家里还有点白面，奶奶这就下厨给你烙白面饼吃。虾旺不屑地撇了撇嘴，比起有肉有汤有饼子的卤煮火烧，一个缺油少盐没滋味的白面饼子有什么好吃的？娘，旺儿学校里没有休沐，他是受了委屈才回家里来的。受委屈？我大孙子可是读书人，谁敢给他委屈受？是不是他们学堂里的那些同窗欺负他了？
不是的，是三弟和五弟他们。老大媳妇，你编排也得有个分寸。旺儿跟他们压根见不着面，不是我说你。身为长嫂，本该大度，要以礼服人。我还什么都没说，这老太婆就先偏心起来了。陈素娘此刻的大脑飞速的运转着，突然她眼睛一亮，就有了主意。娘，我是那种小气的人吗？真是旺儿受了他们的委屈。你可知道三弟和五弟最近在干什么吗？不知道，他俩不是去县城找活干去了吗？用人的东家本来就少，活不好找啊。娘，老三和老五在城里摆摊做生意呢。啥？摆摊做生意？你说老三和老五，这不太可能吧？奶，我娘说的都是真的。她就在我们学院门口摆摊，卖的是一种叫卤煮火烧的小吃，生意相当的红火。旺儿就是为这事回来的。他见老三老五在学院门口摆摊，本想上前搭把手，反倒被他们说想吃白食。都是一家人，他们俩也太小气了。这事确实是老三老五不对，自家人吃顿饭算什么？不过他们做生意也有本钱，回头我好好说说他们就是。陈素娘没想到她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这老太婆还和稀泥呢。娘，三弟那卤煮火烧肯定有秘方。如今我们跟三弟闹僵了，他肯定不打算再给旺儿束修了。要是三弟肯交出秘方，我和他爹也去城里摆摊，来年旺儿的束修可就有着落了。虾老太太经不起忽悠，听到这话，果然心思活泛了起来。行，你们在家里等着，我去看看老三和老五有没有回来。你们可千万别出面，省得到时候老三发起脾气来，事情不好收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陈素娘才不愿意出面。娘，您就放心吧，我和旺儿在家里等你的好消息。虾仁进城还没回来，大丫和二丫带着两个妹妹进山去捡柴禾了，所以虾老太太到的时候，只有薛若薇和小五在家。娘，老三媳妇儿，看你这个小家子样，你这么防备我干什么？难不成我还能把你们娘俩给吃了不成？小五刚出生的时候，你就想把他给扔了，后来还要把小五送人，若不是虾郎拦着。虾老太太似乎也想到了这茬，她颇有些尴尬地咳嗽了2声。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你们非要养着这小丫头，我不也没说什么，我还给了你们几十斤粮食，2个鸡蛋呢。薛若薇闻言忍不住撇了撇嘴，若是指望虾老太太给的那点粮食和那2个鸡蛋，她和几个孩子怕是早就饿死了。我在跟你说话呢，亏得你还是秀才之女呢，读那点子书有什么用？跟个锯了嘴的葫芦一样。娘，您怎么有空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了？这是我儿子的家，咱们可还没分家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听你解释。我问你，老三和老五去城里做生意这事儿，你知不知道？薛若薇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露馅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好。恰好这时候院子里响起了牛车的声音。郎三郎回来了，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去城里干什么去了。你要是好奇，就自己问问他。果然一个个都翅膀硬了，连薛氏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虾仁抱着钱匣子进了屋，见到虾老太太在屋里站着，虾仁一脸诧异：“娘，您怎么在这儿？”虾老太敢理直气壮地质问薛若薇，但是却不敢质问虾仁。这不是薛氏快出月子了吗？你又早出晚归的不在家，娘过来问问，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记得今天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呀。薛若薇听到这话，强忍着笑意，虾老太则黑了脸，而虾潮则是着急忙慌地跑进屋里。三哥，猪下水我已经泡上了，我看草木灰、大丫他们几人都已经烧好了，待会咱们就可以直接清洗了。虾潮说完话，才发现虾老太太也在屋里。娘，你也在啊？哼，老五，这么多天你早出晚归干什么去了？一天到晚不务正业的，家里可还有一堆活等着你干呢，小心你爹回头收拾你。没干什么呀，我跟三哥去城里想办法赚钱去了。那你赚的钱呢？赶紧拿来，家里都快没米下锅了。娘，这钱哪是这么好赚的？我吃的又多，人家能管顿饭就不错了。虾老太太被这话气得不行，上手就要拧虾潮的耳朵。虾仁还不等虾老太上手，就挡在了他的面前。娘，您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我养他这么大，他连句实话都没有，是不是欺负娘老了不中用了？我看你们是要反了天了。我看娘是又被大嫂挑拨了吧？定是瞎旺回来告状了。他一个读书人，受点委屈就找娘，跟没长大的娃娃一样。你还好意思说？旺儿年纪还小，你们这做叔叔的怎么能欺负自家侄子？你们俩老实交代，是不是摆摊做生意去了？没错，我们好好做着生意，瞎旺那小子过来就一通说教，还嫌我们有辱斯文。我们好歹是他长辈，可他毕竟是你亲侄子，
你是他三叔。我只是他三叔，又不是他亲爹，凭什么事事惯着他？如今连亲爹都靠不住，何况我这个叔叔？看到虾仁的样子，虾老太本不愿再多说，可一想到陈素娘的话，还是咬了咬牙开口道：老三呐，终究是一家人。我知道你卤煮生意做得好，不如把秘方拿出来，让你大哥大嫂也摆摊去卖，他们赚了钱就能给旺儿教束修，不用再花你们的。我还以为娘疼我，原来只是想要秘方。您和爹一样，心里根本没我还想着等赚了钱给娘买个大金镯子呢，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啥？虾老太听到这话顿时傻了眼了。她活了大半辈子了，别说是大金镯子了，就是银镯子也没戴过。老三呐，你误会娘了，娘可不是那个意思，娘就是怕你太辛苦了，想着让你大哥大嫂帮帮你，娘这也是心疼你啊。娘，我知道，肯定是大嫂说我们卤煮生意好，叫您来要方子。可这哪有什么秘方，不过就是猪下水配饼子罢了。大嫂这般挑拨，分明是看我没儿子，故意欺负我。我也知道，娘一心想当官家老太太，看不上儿子的大金镯子。虾老太太听到这话，立刻横眉竖目。他敢？你是娘的儿子，就算他是你大嫂也不行。你等着，娘这就给你出气去。说完，虾老太太转身就离开，也不提什么秘方不秘方的事儿了。三个真牛掰，三言两语就把老太太忽悠的去找大嫂的麻烦了。儿啊，我跟你爹过了一辈子，连银镯子都没戴过。当年赵氏他娘提亲，腕上那对金镯子可气派了，晃得我眼红了好几天。还是你最贴心，你说要给娘买金镯子的话，还作数不？虾仁看着虾老太太这略微有些贪婪的表情，不知道为什么，还挺让人有几分心疼的。若是娘还稀罕，当然作数了。只是这金镯子贵得很，我得多攒点银子才能买得起。娘怕是要等上一等了。没关系，娘等得起。说完，虾老太就麻利的转身离开了。瞧着她那背影，就能感觉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三哥，我觉得我脑子有些不够用，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咱娘到底是什么情况？这还不明白？娘心里早就清楚，官家老太太的梦多半成不了了。但大金镯子不一样，只要咱多挣点钱，就能真拿到手。同样是画饼，一个大却一辈子摸不着，一个小却能实实在在拿到。换你选哪个？我当然是选那个能充饥的饼子了。就算再大再圆的饼，一辈子吃不上有什么用？这就对了嘛！你都能想清楚的事，老太太活了一辈子了，还能想不明白？三哥，我这脑袋要是有你一半好使，就不会被大哥大嫂他们牵着鼻子走了。放心吧，有三哥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让你吃亏的。我都听三哥的，你今天累了一天了，你在这里陪我三嫂说说话，我去把外面的猪下室清洗了。说完，虾潮就出了房门。薛若薇在一旁看得直发笑，五弟还真是心子率真，你刚刚才教了他如何画笔，转身用到他身上，他却不记得了。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嘛，梦想还是要有，万一实现了呢？等你出了月子，我也带你去城里的银楼转转，给你买2件首饰。三郎这是把画大饼用到了我身上吗？陈素娘和虾旺一直在家里等消息，听到动静后，两人赶紧出了房门。呀，怎么样？秘方可要到手了，要是拿到手了，我和大郎明天就去摆摊。要秘方？要个屁！你撺掇我去要秘方，是不是故意挑拨我跟我儿子？我们家老三挣了钱能不孝敬我？娘，我哪敢挑拨您和三弟啊？我也是为了家里好，想找点活干，减轻负担。是不是三弟跟您胡说什么了？陈素娘越辩解，虾老太反倒越觉得虾仁实在。这些年为虾旺读书花的银子，早就购买好几个金镯子了。好你个陈氏，居然还敢冤枉老三！我们老虾家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搅家精？看我不让老大休了你！虾旺见陈素娘挨了打，自然要护着自己的亲娘，他狠狠地推了虾老太太一把，虾老太太一下就被推倒在地。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情急之下不小心推了你，孙儿给您赔礼道歉。回过神来的虾老太太只觉得心里一片冰凉，这就是她娇宠着长大的孙子，她居然还妄想着等将来她考取功名后，自己能当上老太君呢，真是可笑。娘望儿他，娘，你这是怎么了？大冬天的，您躺在地上干什么？你眉毛底下挂2个蛋是用来出气的吗？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躺在地上的？分明是被你这宝贝儿子给推倒的。虾鹏听到这话有些不敢置信，在他的印象里，虾旺一向孝顺之礼，虾老太太又那么疼爱虾旺，他怎么可能把老太太给推倒在地？
你们母子俩可好得很，我疼了这么多年的孙子，居然疼出了个白眼狼。奶，孙儿真的不是有意的，您要生气就打我骂我，千万别气坏自己，不然孙儿可就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旺儿还小，他又不是故意的，你就别跟他计较啊。孩子都跪下给您道歉了。是啊，娘，这事儿都是陈氏惹的祸，你要是不解气，我替你打他一顿出出气。大郎说的对，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您打我一顿出出气。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快给老娘搀起来！把虾老太哄好，虾旺又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讲了讲，着重提了虾仁两兄弟的生意是如何好。老三和老五也真是，这么大的事情也敢瞒着家里，他俩正是想闷声发大财呀。不行，我再去问问他们做那个什么卤煮火烧的秘方到底是什么。行了，这卤煮火烧没什么秘方，就是猪下水搭配上白面饼子。你们要想摆摊，就自己去弄，至于赚不赚钱，就看你们的本事了。虾老太太压根不信虾仁说没秘方的话，可这是虾仁吃饭的本事，也是他能戴上大金镯子的指望，便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奶说的可是真的，你三说他们卖的真是猪下水搭配白面饼子，这一点我奶倒是没说错。而且今天我看他们从锅里捞出来的就是猪肺和猪大肠，这还不简单？明天我就和你爹也去城里卖，生意肯定不会比他们差了。就你三叔那个呆头鹅，他懂得做什么生意？这样能行吗？要不还是让我爷奶他们再去打探打探吧。我闻着他们做那个卤煮火烧还挺香的，一点没有猪下水的膻味儿。你又没尝过，怎么知道没有膻味？说不定就有人就爱这口呢。等爹娘卖卤煮赚了钱，就比你换心底墨纸砚。我就知道，还是娘最心疼我。您放心，等明年下场，我一定考个童生回来，也好让娘风光风光。哈哈哈，不愧是我的好儿子。第二天，陈素娘和虾鹏便去集市上买了一副猪下水，将猪下水简单清洗一下，加了点盐，便推着借来的平板车去了城里。卤煮火烧，香喷喷的卤煮火烧呀，有肉有汤，还有白面饼子，独家秘制，保证您吃了还想去。有一人听到卤煮火烧停下了脚步，不过等他看清楚卖卤煮火烧的人后，有些错愕。你们不是当时在土地庙卖卤煮火烧的那2个年轻人呀？原来这俩兄弟那么早就开始卖卤煮火烧啊！我说怎么整天鬼鬼祟祟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哎呦，客官，您说的那俩人是我3弟和5弟，他俩前几天进山砍柴烧了腿，才让我们俩出来顶替，味道还是一模一样的，您尽管放心吃。行，既然这样，你给我来1碗。说完便掏出了10文钱递给了陈素娘。陈素娘看着这10文钱，眼睛都亮了。一副猪下水才100文，少说能卖100多碗，全卖完稳赚1两银子。这2个小骗子吃独食有这么赚钱的生意，不带着他们一起干，果然是没良心。谁料那客人刚尝了一口，直接呸了一声吐了出来。你们做的这是什么玩意儿？一股骚臭味，这压根不是什么卤煮火烧，赶紧把钱退给我。客官，您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生这么大的气？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清汤寡水的，味道还难闻，我可吃过真的。你们冒充人家兄弟俩骗人，太没底线了。我们这怎么就不是卤煮火烧？有猪下水，有白面饼，凭啥说不是？你说的那俩人正是我小叔子，旁边这是我男人，他们亲大哥，你看像不像一家人？那人仔细看了看虾鹏，别说五官上还真有些相似。行，今天的事儿算我倒霉，这钱我也不要了，你们家这卤煮火烧谁爱吃谁吃去吧。前几天我路过明德书院，发现有2个年轻人在那里摆摊卖卤煮火烧，不少学生抢着买。你刚刚说的那2个年轻人不会就是他们吧？真的吗？我现在就过去看看，他们家的卤煮火烧简直是一绝，没事的都可以过去尝尝。说完就往明德书院的方向跑去，旁边人见状也跟了过去。三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人格外的多？这些人压根就不是明德书院的夫子和学生。我又不瞎，怎么会看不出来？那今天怎么突然多了这么些人？那谁知道呢？说不定是有好心人给咱们做宣传了呢。这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也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干的好事儿。咱们要是知道了，一定得去好好谢谢他。虾潮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人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哎呀，果然是你们兄弟俩，我惦记你们家卤煮好久了，刚才还被俩骗子骗了10几文，真晦气。虾人抬头看了一眼，发现是他们家摊子上以前的常客。到底咋回事？你怎么会被骗呢？
那人便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虾仁和虾潮听到这话，一阵面面相觑，还诅咒我俩摔断腿，大哥大嫂真不是东西。我们压根不认识他们，大哥你以后还是要擦亮眼睛的好。这炉煮火烧只有我们兄弟俩在做，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虾仁那边的生意异常的顺利，而虾鹏和陈素娘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都怪你，非要跟老三和老五他们学，现在只卖出去1碗不说，反倒惹得一身骚。是不是咱们摆摊的地方不对呢？你说这大街上这么热闹，老三又不是看不见，可为什么偏偏要把摊子打在书院门口呢？经陈素娘这么一提醒，虾鹏也觉得有几分道理。要不咱们也去学院门口摆摊？这也会不会对旺儿的名声不太好，让他在同窗面前抬不起头了？在陈素娘看来，虾旺是正经的读书人，若是让虾旺的同窗知道他的爹娘只是摆摊的小摊贩了，难免会有人嘲笑他。若是咱们这生意做不成，别说他在同窗面前抬不起头了，恐怕将来他连他那些同窗的面都见不着了。行，那咱们现在就去，把价格卖得便宜些，我就不信咱们的生意会比老三和老五差。不多时，两人便推着小车到了书院这条街。虾仁大老远就看到了他们两个，真是晦气，居然撵到这里来了。他们怎么来了？学着咱们做生意还不够，居然还舔着脸跑过来跟咱们抢位置。行了，多大点事呀，跟这种人生气可划不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才来，而刚开始不来呢？难道是专门来挑衅咱们的？他们学咱们做生意，躲着咱们还来不及，哪敢挑衅？不过是自己卤煮卖不出去，又觉得书院门口是好地段，才凑过来的。太天真了，真当卤煮火烧这么好做，光清理出下水就费了好大功夫。要不是三哥的秘方，根本洗不干净，他们哪懂个锤子。兄弟俩刚说完，虾鹏和陈素娘就推着车子停在了他们的对面。两人毕竟是偷来的做法，面对虾仁和虾潮的目光，脸上还是露出了几分尴尬和不自然。哟，大哥大嫂也做起生意了，还摆我们对面，该不会也是卤煮火烧吧？老五，你说这叫什么话？这卤煮火烧又不是你们独家的，你们卖的，我们为什么卖不得？虾潮被虾鹏的话气得够呛，撸起袖子就要跟他争辩。虾仁赶紧伸手拦住了他。老五，别跟蠢货计较，不然早晚也成蠢货。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能不能赚钱就各凭本事了。卤煮火烧，香喷喷的卤煮火烧，1碗加饼子的卤煮火烧，只需要8文钱，都快过来尝一尝哟。陈素娘这一嗓子还真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可等这些人看到锅里的卤煮清汤寡水，上面漂浮着一层白沫，甚至能闻到腥臭味，顿时没了欲望，又回到了虾仁摊子前。没过多久，明德书院的下课铃响了，一群学子蜂拥而出，不少少年直奔虾仁的摊子而来，瞬间就把摊子围得水泄不通。给我来碗卤煮火烧，加饼加辣。给我也来1碗，不要辣子。给我也来1碗。陈素娘的吆喝声被学子们的喧闹声淹没，两人急得满脸通红，却又无计可施。这些学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样是卤煮火烧，他们怎么看都不看咱们一眼。先等等，说不定他们只是习惯了在老三那里买吃的，没看到咱们而已。就在虾鹏和陈素娘一筹莫展的时候，虾旺跟着几个同窗一起从书院里走了出来。陈素娘见状，眼睛一亮，心里顿时大喜。旺啊，这里爹娘在这里了。虾旺见爹娘在书院门口摆摊，既怕丢脸，可又盼着能借卤煮生意让同窗巴结自己，最终还是带着几个同窗来到摊子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爹娘，过来这里摆摊卖卤煮火烧的。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伯父伯母在这里摆摊呀？卖卤煮火烧的不一直是对面那2个大叔吗？对面是我3叔5叔一家人，他们忙不过来才叫我爹娘一起来，都是自家生意，我给你们算便宜一点，尝尝鲜。对，你们都是旺儿的同窗，我绝对不会给你们算贵了，我给你们算6文钱1碗，比对面便宜1半呢。那感情好，给我来1碗。我也要1碗。很快几碗卤煮就做好，递到了虾旺的同窗手里。其中一个名叫谢文斌的，夹了一筷子猪下水塞进嘴里之后，便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这是什么玩意儿？又腥又臭的，怎么吃？虾旺，我们是相信你才买你家的卤煮火烧的，你就这么坑我们？其他几个同窗也纷纷尝了一口，结果和谢文斌一样，都忍不住吐了出来。好你个虾旺，我们拿你当朋友才来照顾你家生意，结果这吃食又腥又难吃，你居然这么坑我们！其他几个同窗也纷纷跟着讨伐虾旺。虾旺今年才14岁，被几个同窗联合围攻，一时之间有些招架不住，眼眶瞬间红了，
委屈的快要哭出来。是你们自己要吃的，卤猪本就这味道，吃不惯还怪我儿子，小心我闹到夫子呢。就是，今天有我们在，我看谁敢欺负我儿子。好，瞎望，以前是我们瞎了眼，从今往后，咱们再不是兄弟，你也别再来凑近乎。谢文斌几人是瞎望好不容易拉拢的朋友，家境虽一般，却也比瞎家好些。若因此翻脸，他在学堂便真要孤立无援了。谢兄、李兄、王兄留步！我替我爹娘刚才的鲁莽道歉。对面摆摊的真是我三叔和五叔，这卤煮本就是我们家的生意。就算是你叔叔又如何？你爹娘分明是在抢生意，还打着别家幌子。身为读书人，这般品行简直丢人。三叔、五叔，你们快帮我解释解释呀！是在喊我们吗？你可别瞎认亲，你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个摆摊做生意的小摊贩，可担不起你这一声叔叔。瞎望见虾仁和虾潮不肯认他，更是气得眼眶通红，委屈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却又无计可施。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装？你看看人家压根就不认识你，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说了，我们做的卤煮火烧是一样的，你们可能只是受不了这个味道，我证明给你们看。说完，瞎望就把卤煮往嘴里扒拉了一大口。难道真的冤枉瞎望了？难道这卤煮真是我吃不惯？可下一秒，瞎望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脸上满是恶心的神色。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可别吓唬娘！娘，你们做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腥臭难闻，这是人能吃的东西吗？你们是存心害我丢脸是不是？没有啊，这卤煮火烧都是按照你和你奶说的，用的料可都是一样的。既然难吃，他们怎么会卖这么好？这卤煮火烧肯定是有秘方的，你们被他们给忽悠了。虾鹏和陈素娘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真的被虾仁忽悠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秘方。老三和老五，你们故意坑我们是不是？为了置办这些东西，可是花了将近1两银子的，你得赔给我们。虾鹏，我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偷我秘方，学我摆摊，东西难吃卖不出去，还倒打一耙。那你儿子考了这么多年的功名，连个童生都没考上，是不是要怪夫子怪考官啊？虾鹏和虾望听到这话，脸色瞬间惨白。这话若是被夫子听到，虾望这书恐怕就真的不用读了。三叔，你莫胡说八道！我考不中，皆是因为我学识有限，怎么能怪到夫子和考官身上呢？就知道你们一家子都是欺软怕硬的玩意儿，我劝你们赶紧滚，要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虾鹏和陈素娘见状，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虾望打断。行了，你们赶紧走吧，还嫌我今天丢脸丢得不够吗？你们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这书也就不用读了。望儿，你别生气，我们这就收拾摊子离开。两人不敢耽搁，麻利地收拾好摊子，匆匆离开了书院门口。夏望看着周围学子们嘲笑的目光，也没脸再待在这里，低着头灰溜溜地回了书院。让大家看笑话了，不要被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影响了食欲，今天给你们多加点肉。创业失败的两人推着车刚到家，就碰上在院里晒着太阳的秦老太。怎么回来这么早？是不是都卖完了，赚了多少银子？赶紧把钱交出来，别放在你们手里胡乱花了，这可是望儿明年的束修。秦鹏和陈素娘则低着头一言不发。秦老太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她伸手掀开了锅上的盖子，顿时傻了眼。你们两个败家玩意儿，这是一点都没卖出去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居然会相信你们这两个蠢货！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先听听老大和老大媳妇说说到底咋回事儿。陈素娘看了秦鹏一眼，示意他赶紧解释。秦鹏把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爹娘，三弟和五弟看着我们被骂不帮忙也就算了，居然不肯承认我是他大哥。这卤煮火烧肯定有秘方，不然我们做的怎么这么难吃？他们却那么受欢迎。你们没本事反倒冤老三，分明是你们洗的猪下水腥臭难闻，能卖出去才怪。秦老太太一心想着自己的大金镯子，自然要替虾仁说话了。娘，你怎么能睁着眼说瞎话呢？要真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煮出来味道不可能差那么多。同样的食材，人家酒楼大师傅做出来的就是色香味俱全，你们做出来的就难吃的要死。自己没本事就不要赖在别人头上。秦鹏见秦老太太一心维护着虾仁，知道在他这里说不通，便转头看向秦老爷子。爹，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望儿若是因为这事儿影响了心情，无心学习，再考不上怎么办？以前怎么没发现老大居然这么无耻？然而秦老爷子已经被将来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迷了眼，觉得秦鹏说的有道理。
老三跟孩子计较太过分了，等他回来我亲自问，真有秘方就交出来，还没分家呢，他别想独吞。秦鹏和陈素娘听到这话，相互对视了一眼，脸上都露出了得意和幸灾乐祸的神色。秦老太心里暗暗着急，悄无声息地走出了院子。五妹养的可真好，白白胖胖的，一点都不像村里的小丫头。这个小家伙是有福气的，自从有了他，咱们家的日子也是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娘说的对，我爹是有大本事的人，若不是爹，我现在还在陈员外家里洗衣服呢。就在这时，秦老太太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脸上满是焦急。薛若薇和秦大丫都吓了一跳。你怎么来啦？你这臭丫头，怎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还能把你娘和你妹妹吃了不成？娘，您别生气，大丫她不是这个意思。您怎么累成这样？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听到薛若薇的话，秦老太心里宽慰了几分。这薛氏虽说生不出儿子，但好歹明事理，比老大家那个粗鄙不堪的陈氏强多了。老三和老五还没回来吗？还没回来，都到下午了，毕竟还要采买第二天用的东西。真是没想到，我这几个儿子就属老三最有能耐，以前是我小瞧了他。薛若薇听到这话，和大丫面面相觑。秦老太平时都懒得看他们一眼，今天是怎么了？老大两口子也学着老三和老五去城里摆摊卖卤煮，不过他们一点都没卖出去，回家又找老头子告黑状，说老三卖卤煮火烧指定有秘方，等会老头子怕是要来，你记得告诉老三一声。说完，秦老太匆匆离开了虾仁家。薛若薇和大丫依旧一脸的不可思议。娘，我奶这是在给我们通风报信吗？她以前不是一直偏心大伯他们一家吗？像是吧。奶该不会是撞什么邪了，染上什么脏东西了吧？薛若薇知道秦老太是惦记着虾仁给她买大金镯子呢，可是这话不能说。行了，你就不要瞎想了，就不信你奶突然醒悟，发现你大伯一家根本靠不住，想起了你爹的好吗？娘说的对，我爹才是有大本事的人，往后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摆摊结束的虾仁刚一到家，就被大丫神神秘秘地拽进了屋里。爹，你快跟我进屋，娘有话要跟你说。出什么事了？虾仁来到屋内，只见薛若薇一脸焦急，在屋里来回走动。怎么了？难道是天塌了？放心吧，有我在，天塌不了。三郎，你可回来了。我回来了，你俩这么着急，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薛若薇把虾老太太偷偷来通风报信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虾仁。老太太居然会过来通风报信，看来这大金镯子对女人的魅力果然古今通用。三郎，这事该怎么办？怕什么？这秘方我是不可能给他们的。老头子要想来闹，就尽管闹好了。三郎，还是不要和公爹他们起冲突的好，一旦起了争执，别人只会说咱们不孝，到时候这事闹大了，终归是让人看笑话。哼！虾仁一心想把日子过好，可总有人来添乱，若是他不反抗，岂不是要任人宰割？这绝不是他虾仁的做派。爷娘、大哥、大嫂，你们怎么来了？老五，现在知道叫大哥了。在书院门口，你不是说不认识我们吗？大哥在我这院子里大呼小叫的干什么？若是吓着了我们家小五，可别怪我不客气。客气？老三，你啥时候跟我客气过？又啥时候把我当你大哥了？在书院门口，你把我和你大嫂的脸都踩地上了。看你们这架势，就是来找茬的。别废话了，有什么目的直说吧。老三、老五，旺儿是读书的，就算你哥嫂不顾脸面，你们也得给旺儿留几分，他可是咱们夏家独苗啊！虾老爷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虾仁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知道爹偏心，可你也不能全信大哥的，把错都推给我和五弟呀！难道舅大哥是你亲生的？是呀，这么多年，爹娘一直偏心大哥一家，眼里哪还有我和三哥、四哥？我不认瞎望，全是为他好。要是让他同学和夫子知道他叔是摆摊的，肯定会笑话他，耽误了他科举，那不是我和老五的罪过吗？虾老爷子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的虾老太太生怕虾仁生气，断了他的大金镯子，赶忙开口和稀泥。老三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他也是为了旺儿好。老头子，我就说老三心性纯良，绝对不会故意干出这种事儿来的。老太婆什么时候开始向着老三和老五了？今天是怎么了？爹娘，你们到底跟谁是一伙的？这件事明明是我们和旺儿受了委屈，你们不能偏袒老三呐。老大，不是爹娘不帮你，老三老五也是我们亲生的，
他也是为望儿名声着想，他俩这么做也没错。娘，就算三弟五弟是为望儿名声，可他们当众不悦我们哥嫂，让我们难看，还嘲笑我们，您总得给我们做主啊！大嫂，你这话就不对了，你们硬拉虾旺他同学吃你们那臭卤煮，我们要是认了你们，不就等于跟虾旺也扯上关系？你们名声都臭了，还想拉我们垫背？爹娘，我说不过三弟，但我敢肯定他们的卤煮绝对有秘方，当初还骗娘说没有。虾潮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原来他们今天来是想要三哥手里的卤煮秘方。大嫂也不要在这里拐弯抹角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们今天来到底是什么目的？三弟只要肯把卤煮火烧的秘方交出来，这事我和你大哥也就不计较。你好大的脸，凭什么觉得我会把卤煮火烧的秘方给你？爹，虾老爷子虽说已经不如刚来的时候硬气了，但心里还是偏帮着虾鹏和陈素娘。老三，我知道你心里对我和你娘有气。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虾老太太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老头子，你说话就说话，别总带上我，我可不偏心。我们家老三一向孝顺懂事，在我心里，他们都是好孩子。虾老爷子一脸懵，这虾老太是要把他一个人架在炭火上烤啊！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老三，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你没儿子，望儿是咱们家将来唯一的指望啊！爹必须把握住，要不然我将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没错，咱们虾家以后全靠望，他是独苗孙子，家产早晚都是他的。家里祖坟也是你们的，大哥不如趁早去给你家望儿占个好位置，晚了可就没地了。你们看上哪块，我和老五帮你们刨坑，就算想挪老祖宗的坟，我们也能搭把手。反正你们要光宗耀祖，老祖宗肯定不介意。你，哈哈哈哈哈！三哥想的就是周到，我哥俩有的是力气，到时候需要多大的坑，大哥你尽管说一声，我保证刨得让你满意。虾鹏嘴上说不过虾仁和虾潮，只能扭头向虾老爷子求助。他拉长了音调，语气带着几分委屈和撒娇，喊了一声：“爹！”你想告状就继续，别喊的那么嗲声嗲气的。我今天吃的太饱了，实在是恶心的慌。虾鹏听到这话，气得脸色更加铁青。陈素娘赶紧拍了拍他的后背：“大郎，你可千万要挺住呀！咱们家儿子将来是有大出息的，咱们还要跟着享福呢。”爹，你看看老三和老五现在成什么样子了？望儿是咱们家的指望，这事儿您说怎么办吧？老三，你是虾家子孙，该为家里着想。爹偏心你大哥，你有气我懂。可你5个闺女以后嫁人，说不定以后还能靠着望儿嫁个好人家呢。虾仁听到这话，讽刺地笑了起来，语气里满是不屑和嘲讽，眼神里带着几分坚定。爹，虾旺小时候为了读书都能卖我家大鸭，他真要是得势了，我闺女们只会被他当垫脚石。秘方我绝不会教，你们再逼我，就别怪我对虾旺不客气，大不了一拍两散。老三，我可是你爹，你若是能把卤煮火烧的秘方交出来，这事我就不计较了。要不然到时候我可要到村长那里好好说道了，你好好考虑考虑。说完，虾老爷子带着虾鹏和陈素娘气冲冲地离开了。虾老太太是最后一个走的。这秘方老三真要交出去，我的大金镯子怕是就没指望了。往后的几日，虾仁像往常一样，依旧在书院门口摆摊。这天，虾仁特地带着大丫一起进城，交代完大丫注意事项后，便转身离开了书院门口，不知去了哪里。五叔，我爹干什么去了？只留咱俩在这里，能忙过来吗？放心了，待会你只需要收钱就行，其余的事情全都交给五叔来干。这些活五叔都干习惯了。我相信五叔，收银子这活我喜欢。接连数日，摊子全由虾潮和大丫打理，每次虾仁都是临近收摊时才回来。1日收摊后，虾潮按捺不住满心疑惑，主动向他发问：“三哥，你这几天都不在摊子前守着，干什么去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还有不到1个月就过年了，明德书院的学生也快放假了，咱们也该休息休息了。等忙完这几天，咱们就不出摊了。”虾潮一心想着赚钱娶媳妇儿，此刻正是干劲十足的时候，听到虾仁说要停摊，就不愿意了。三哥，你是不是又想偷懒？你要是实在不想干，就在家里待着，我跟大丫出来摆摊也是可以的。大丫这几天也尝到了赚钱的乐趣，听到虾潮的话，连忙连连点头。对，我和五叔可以的。真是2个天选打工人啊！由于虾仁那边始终没有任何消息，虾鹏和陈素娘彻底着急了，于是夫妻俩再次找到了虾老爷子和虾老太。爹娘，这都7、8天过去了，我看他是压根就没想着把这卤煮火烧的秘方交出来。
虾老爷子听到这话，深深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无奈和头疼。虾老太太则闷着头，一言不发，心里惦记着大金镯子。爹娘，你们就算不为我们着想，也该为旺儿考虑。他日后读书花销甚大，来年数休若是凑不齐，可如何是好？我去找老三，他要是不给，就找村长吧。话音刚落，虾老爷子便转身出门。虾老太太欲言又止，终究没能开口，只得目送他离去。老爷子带着虾鹏夫妇径直来到虾人家。薛若薇见他们再次登门，心中瞬间知晓来意，却并未点破。爹怎么来了？是不是来商量咱们家小五满月酒的事儿？前几天三郎还跟我说这事呢，他想给小五置办个满月酒。一个丫头片子还办满月酒，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娇贵的富家千金呢。薛若薇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往日里，她在陈素娘面前向来不硬气，可今天她不想再忍气吞声。丫头怎么了？那也是姓夏的种，也要喊爹一声祖父的。谁的孩子谁疼，大嫂不心疼我家的几个丫头，我和三郎还心疼呢。陈素娘没想到薛若薇今天居然敢跟自己还嘴，当即就想教训薛若薇几句，可转念一想，自己今天是来讨要秘方的，不能坏了大事。我儿将来是要考科举的人，我不跟你这没见识的一般见识。大嫂这话可就要叫人笑话了。我当年好歹也是秀才之女，我爹距离举人也是一步之遥，若论见识，我倒是比大嫂大字不识一个的要强一些。陈素娘被薛若薇对得哑口无言，自觉没了脸面，顿时恼羞成怒。你个破落户之女，有什么可骄傲的？你爹当年可是犯了罪被发去充军的，按理说你本该是罪犯之女。够了！当年虾家为省聘娶了薛若薇，本就有风险，多年闭口不谈，只为不影响虾旺科考。虾老爷子没想到陈素娘竟这般愚钝。陈氏，当年的事是朝廷的判决，岂容你在这里胡说八道？陈素娘被虾老爷子这么一呵斥，瞬间清醒过来，也想到了这事的严重性，连忙闭上了嘴，不敢再多说一个字。我今天是来找老三的，事情他考虑的怎么样，总该给我一个答复。我不想把这事报到村长那里去。三郎进城尚未回来，至于他考虑的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爹，还是等他回来自己问他吧。说完，薛若薇不再搭理他们几人，转身就进了屋，重重地关上了房门。爹，你看看老三家这是什么态度？你可是他公爹，他居然敢这么对你！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一天到晚的没一个消停的时候，若不是为了你们，我也不至于豁出去这张老脸。陈素娘不敢再多嘴，只能乖乖地站在一旁。没过多久，虾人他们就赶着牛车回来了，看到几人在院子里站着。这么冷的天，这几个人倒是挺抗冻的。老三，这秘方你到底能不能交出来？你若是执意不肯，我只能到村长那里去说道说道啊。行啊，我倒也想让村长评评理，断断是非。难道你就非要把事情弄得人尽皆知吗？爹，你好像把事情弄反了吧？不是我非要把事情弄大，是你们不讲理呀！我现在喊你一声爹，那是对你最后的尊重。逆子，逆子啊！等着吧。你去把村长喊过来，我倒要看看这个逆子这有没有一点孝道。虾鹏闻言立刻喜出望外，他等的就是这句话。爹说的对，既然三弟敬酒不吃罚酒，我这就去请村长。呵，村长，我等的就是村长。村长是虾人的本家，名叫虾守田，他也不想管这种闲事儿，但是虾鹏亲自去喊他了，他也不能不来。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着来？这要是让村民们看到了，不得看笑话吗？本来我也不想为了这点小事麻烦你，但是我们家老三不孝，我总得找你这个村长说道说道。还是说你这些年当了村长，就不想管我们家的小事儿啊？尽管虾守田听到这话心里有几分不高兴，但碍于两人是堂兄弟，虾老爷子年纪又比他大一些，只能陪着笑脸。老哥哥，你说的这是哪里话？莫说我是村长，就算抛开这一层身份不谈，咱们也是本家，我岂有不管的道理？爹，做人可不能倚老卖老，守田叔好心来帮咱们调解，你可不能仗着自己年长说话就阴阳怪气的啊！虾人的话说到了虾守田心坎上，
而一边的虾鹏却是站不住了。老三，你少在这当老好人，村长也来了，你快给个说法。既然守田叔来了，我自然要给他这个面子。炉煮火烧的秘方我可以给你们，但我有一个要求。几人一听虾仁松口了，瞬间喜笑颜开。老三，你说吧，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过分，爹都可以满足你。我要分家。老三，你说什么？我要分家，我要彻底的分家，要敬告天地祖宗，开祠堂，出文书，加盖官府印章。院子内的几人都被虾仁这一番话惊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来这孩子这些年真是没少受委屈啊！老三，你混账！守田，你看看这个逆子说的是什么话？就他这个要求，到官府就得先打他30大板。那爹就把我提告到官府吧，我愿意挨这30大板。不过炉煮火烧的秘方你就不要想了，我就是烧了它，也不可能拿出来给虾鹏这一家子蛀虫的。虾老爷子听到这话，气得就要上来打虾仁，不过被虾守田给拦住了。这老头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哪有这么欺负人的？本来虾老太太是不想趟这趟浑水的，但是眼看着虾老爷子要打虾仁，她赶紧从院子外面走了进来。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干嘛动手动脚的？哼，我不过是想要他一张炉煮火烧的秘方，这个不孝的混账玩意儿却一心想分家，他的眼里压根就没有我们这做爹娘的。有没有你这个老头子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有我这个娘，要不然老三也不会说要给我买大金镯子。娘来啦！外面冷，您年纪大了不抗冻，到屋里去坐吧。虾老太太听到这话，头颅顿时扬得高高的，就知道他们家老三心里是有他的。小兔崽子，真是白眼狼！老子站了这么久也不说让我进屋。行了行了，别在心里骂我了，都进来吧。老三，快把炉煮火烧的秘方交出来，将来旺儿有出息了，我们定不会忘了你的好。刚刚我已经说了，想要炉煮火烧的秘方，那就分家，不然你们别想拿到秘方。老三，你当真要分家？是，爹的心已经偏得没边了，再不分家，我们一大家子就没活路了。那你可知道，父母再不分家，若是你这当儿子的先提出分家，我们不同意，提告到官府，你可是要坐牢的。到时候你的媳妇孩子你可护不住。那你大可以试试看，若我真要因为这事被判了监禁，在我入大牢之前，也会替他们娘几个扫清障碍的。我同意老三的提议，分家吧。虾老太太这话一出，其他人都惊诧不已，包括虾仁，他也没想到虾老太太居然能支持他分家。老嫂子呀，分家可不是闹着玩的，分了家你们可就彻底成为两家人了。老头子不是要把老三告到官府去吗？我同意分家，那他就算不上不孝了。分了家后，我跟着老三一起过，到时候让老三给我养老送终。大家伙听到虾老太太这话已经呆滞了，虾鹏最先反应过来。娘，您是不是老糊涂了？就算真要分了家，您和爹也应该跟我一起过。你这样做不是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吗？你们兄弟已经没有再和好的可能了，你也不用害怕别人戳你的脊梁骨。我跟着老三一起过，让你爹跟着你。一旁的虾朝懵了，家里一共就这些人，大哥和三哥分了家，爹娘一人一个，那他该跟谁？娘我们，你们都分了家，我可还没成家呢，我跟着谁？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你要是愿意跟着娘一起生活，以后就跟着你三哥。我愿意跟着娘，我当然愿意跟着娘一起生活了。我当村长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分家的。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跟着老三他们一起胡闹。见过分家的，没见过分家要把老两口分开的，这事我不同意。爹若是不同意，明天我就县衙里去找陈县令。三弟，你算哪根葱？你知道县令大人长什么模样？府衙的门口朝哪边开吗？大嫂，我可告诉你，陈县令是我们家炉煮火烧摊子上的常客。大嫂不相信，那不妨试试看。你吹牛逼谁不会呀？这个时候就看谁更能沉得住气了。看着虾仁这份气定神闲的模样，就连虾老爷子和虾守田都有些琢磨不定，他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而虾鹏可就没那么能沉得住气了。老三，我看你这是要反了天了。你信不信我让爹把你逐出家门？逐出家门也好，分家也罢，我求之不得呢。反正不在乎什么名声。老三，你当真要把事情做绝？咱们可是一家子亲骨肉，为什么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虾仁白了虾老爷子一眼，没有再说话。好，分家就分家，不过你也得答应我，把这炉煮火烧的秘方交出来，
并且你和老五不能再去城里做卤煮火烧的生意。虾仁听到这话还没说什么，虾潮就撸起袖子反驳道：兵人们，交出秘方就算了，还不让我们去摆，你就这么明晃晃的偏心大哥大嫂，不把我和三哥当人看呐？我刚刚也没想到老三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现在连你娘都要跟我分家了，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虾老爷子也没想到，为了一张卤煮火烧的秘方，不仅闹得这家非分不可，就连虾老太太都要分出去，他也要成为老光棍了。三哥，别太过分了，你不能答应他们，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咱们留啊！老五，算了，爹一向偏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认了吧。三哥，虾鹏和陈素娘见虾仁一副肉疼的模样，更加觉得这卤煮火烧的方子值钱，就算为此分了家，也是划算的。老婆子，你当真要跟老三生活？他们即便赚了些钱，终究满身市井俗气，可我儿前途大好，日后必能做官，光耀门楣。你一旦选错，行了，以后若是旺儿将来有出息了，你就跟着他们进京，做个老太爷；若是老三做生意有出息了，我就做个富老太太，穿金戴银。原本给我整得挺感动，搞了半天，这个家里最会盘算的还是老太太呀。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吧，分家。虾守田见他们已经决定好了，心里也松了口气。虽说这样的分家方式十里八乡的也算是第一桩，但是能和平解决问题，总归是好的。既然你们已定，那以后卤煮秘方归虾鹏，虾仁兄弟不许再摆摊售卖。父亲归老大养老送终，母亲归老三赡养，此后各奉双亲，互不干涉。众人都无异议，虾守田当即分配家产，老宅归虾鹏，现住房产归虾仁。但因虾仁家中房屋狭小，老太太与虾潮暂且先住在老宅。既然分了家，娘和五弟就应该尽快搬走。就算你们暂时住在那里，也应该有个期限嘛。陈氏，瞅瞅你那副小人的嘴脸！我们虽然分了家，但我还是你婆母。你这是要着急把我赶出家门？娘，你已经选择了三弟，咱们也分了家，那就没必要在一个锅里搅勺了，还是早点划分清楚的好，免得日后生出是非。虾老太太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虾仁怕虾老太太被气出个什么好歹来，赶紧上前拍了拍虾老太。娘，您暂时先在那边委屈一段时间，年后我就起新房子，最多半年就把你和五弟接过来住，绝对不会让您受他们的窝囊气。好，终究还是你最能靠得住，那我就在那边再住上半年，我等着你的新房子。等到众人离去，虾仁悄悄将薛若薇拉到一旁，掏出了一叠银票，足足有200两。三郎，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你平日做生意赚的银子，不都交给我保管了吗？这些是我卖卤煮火烧的秘方得来的。什么？你不是答应爹要把卤煮火烧的秘方给大哥大嫂他们吗？你怎么还能卖出去？我答应把秘方给他们，也答应了他们不去摆摊，但我可没答应他们不把秘方卖出去。所以你一直是在故意做局，拿一张并没有太大用处的卤煮火烧秘方换回了他们答应分家。他们想占我的便宜，岂是这么容易的？现在分了家，气死他们也跟咱们没关系。三郎，你真厉害！虾仁看他这副娇俏可爱的模样，再也把持不住。